王爷，过来嘛，今天人家就要在这里吗？小妖精，别乱动，可我抓到你，怎么惩罚你？你好骚啊，竟然在你姐姐的灵堂前跟姑偷情。既然要追求刺激，当然要贯彻到底了。我躺在沈清堂的棺材上，跟他的未婚夫欢好，他终究是输给我了。我不但要在沈清堂的灵堂享用他的男人，还要让他亲眼看着。哐当，棺材板猛地飞起，噌，一道身影从棺材里跳出来，女人落地发出惨叫声。闭嘴！个人吓得冷汗直流，瞬间晋升。沈清堂拍了拍有些褶皱的衣裳，同时整理着脑海中的记忆。他22世纪中西双修军医，研制高科技医药器材时意外身亡，如今这具身体是跟他同名同姓大圣朝丞相府大小姐，唯一疼他的亲生母亲短命早死，老爹严苛，续弦后娘恶毒，亲母救驾有功，给他求了一门亲事，当朝太子的正妃。原以为可以用太子妃之位保住他一世的荣华富贵，殊不知成了他的催命符，只有他死了，其他人才能光明正大的坐上正妃之位。而眼前偷情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未婚夫当朝太子盛玉，另一个是觊觎他太子妃之位许久的庶妹沈清幽。理清思路后，沈清堂一步步朝两个人走去。你是人是鬼？没睡醒，我让你清醒一下。处于震惊中的沈清幽压根没有反应过来，直到簪子扎进肉里才开始嚎叫，但他的嚎叫还没发出，沈清堂反手吧嗒一声直接陷了他的下巴。大半夜的鬼哭狼嚎会吓坏隔壁小孩的，你不是让我看着你们俩偷情刺激吗？来了，继续了。沈清幽扭动身体想逃，但肩头被沈清堂死死地扣住，动弹不得。诈尸了，快来人啊！他扯下耳朵上的耳坠子，咻的一声打击在盛玉的小腿上，扑通一声，盛玉摔了个狗吃屎。沈清堂拖着像死狗一样的沈清幽往门边走，原主名义上是暴病而亡，但他知道肯定是跟这两个人脱不了干系。他将沈清幽狠狠地推砸在盛玉的身上。给我动起来，不许停！盛玉默默挪动身体，同时看向屋外。他多希望有人听到这边的动静，能过来救他呀！他的腿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鬼缠住了，动弹不得。他为了跟沈清幽追求刺激，屏退了所有人，还让下人们听到任何动静都不要来打扰。所以这一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动作快点儿，肾虚肾亏，还学人家偷情。贱人，都是你勾引姑！两人扭打在一起，直接昏死在地。狗咬狗。他正准备离开灵堂，一道带着血腥味的阴风吹过来，还不等他逃避，他的身体再次跌进了棺木中，棺材板重新盖回了头顶。男人突然伸手扯开了他胸口的衣裳，沈清堂立马扬起手中的金簪朝男人刺去。别动，我毒素发作，外面有杀手。这时一阵脚步声逼近灵堂，从脚步声来看，外面至少有10个人。这具身体太过柔弱了，方才只是对付沈清幽和盛玉就有些浑身发软，根本不是这么多人的对手，所以他选择收敛气息。稀稀疏疏的搜查声响起，棺材中的两人大气不敢出，但沈清堂明显能感觉到贴着他的男人的体温在渐渐升高，他的气息也越发沉重，而外面的脚步声还未离开，并且正逐渐向棺材这边靠近。男人直接将脑袋埋进了沈清堂的颈窝里，隐藏所有的气息。这个女人身上的味道好香，而且能压制她身上的毒素，让她浑身的躁动都被压了下去。他控制不住的想贴近她，甚至想狠狠地咬上一口，但理智让他忍住了。沈清堂双拳握得紧紧的，他跟棺材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呢。先是在棺材里看着未婚夫偷情，现
在又在棺材里被狗男人猥亵。正在沈清堂暗暗嘀咕时，外面传来一阵哒哒的脚步声，是神府的人听到动静来了。外面正准备搜索棺材的杀手听到动静，说二小姐，太子殿下受伤了，快来人呐！危机解除，沈清堂立马抬腿朝男人踹去。老色批滚！够狠！他只留下这么一句话，便揭棺而起。棺材板第二次被弹飞，男人的身影消失得极快，沈清堂才从棺材里跳了出来。狗男人，再让我遇见你，我非得小皮鞭伺候你。啃脖子算什么？我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变态。他的死而复生让神府再次混乱，但沈清堂没有理会他们，凭着记忆回到了他的海棠院。沈清堂眉头紧锁地走进房间，屋内的家具倒还算是齐全。他默默走到梳妆台前，铜镜里倒映出他的模样。我屌，丑逼啊！丑的都对不起读者，这脸得要治好。随后他又伸出手给自己把脉，身中3种剧毒啊！暗害的招数可真脏，既然由我接手这具身体，那这一次呢，我要看清所有丑恶嘴脸，亲手跟每个敌人一个大逼斗。同时他把脉的动作让他注意到了手腕上白玉手镯，正是沿着这东西发生爆炸，他才会来到这里的。没想到百宝箱也跟着一起来了，若是这百宝箱能够正常使用，治疗这张脸简直是轻松拿捏，身体里的毒也不在话下。于是他立马用簪子划破手腕，让血将手镯浸染，白玉手镯吸收了鲜血，缓缓变成了红色。忽然一阵红光闪过，刺得他睁不开眼睛。等他再次看清眼前的景象，他已经来到一栋3层的别墅。他站在3楼往下俯瞰，一汪看不到源头的清潭，他直接从3楼跳跃而下。他沉入水中，一股暖意侵袭全身。几秒的深潜后，他冒出了脑袋，手腕上的伤口消失了。他惊喜地笑了，这是有治疗效果的灵泉啊！百宝箱研制成功了，所有功能都跟预期一模一样，只不过是让他换了一个地方用。他在空间里整理了一会儿才回到房间，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小姐，你可千万别犯傻呀！沈清堂立马打开房门，一个15、16岁浑身血迹的丫头站在门口。凭借记忆，沈清堂知道这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贴身婢女小诗。小诗看他好好的站着，眼眶通红的将他抱在怀中。小姐，虽然两人名为主仆，但情同姐妹。别哭，人生苦短，报仇刻不容缓。说罢便拉着小诗往外走。小姐你要去哪儿？去赏他们爱吃的大嘴巴子。谁打的你啊？是文妹身旁的厉嬷嬷。文妹，她文左青龙右白虎，我也是照打不误。沈清堂气势汹汹地带着小诗直奔继母文妹的院子，而此时文妹的院子里，什么？那小贱人分明已经断气了，怎么又从棺材里跳出来了？夫人，莫不是有脏东西？不管有没有脏东西，那小贱人都必须要死，不然1个月后就是他跟太子定下的成婚之日，太子妃之位只能是悠悠的。夫人说的没错，沈清堂不配。话音刚落，啪嗒一声，一颗石头弹射在厉嬷嬷的嘴上。老登，张嘴就来，你是心高气傲，动我的人你是生死难料。哐当一声，沈清堂直接踹门而入。沈清堂，你好大的胆子！来人，把他拿下！院子里的4、5个下人全都朝沈清堂和小诗围了过去。小姐别怕，小诗会保护你。无所谓，我自会出手，他们自会出兵。一巴掌抽打在下人的手腕上，如意棒狠狠抽打在他们的身上，下人们四肢抽搐着倒地。沈清堂扛着他的如意棍，一步一步逼近文妹和厉嬷嬷。大小姐，你想弑母吗？我小王八走读憋不住笑了啊！我娘坟头草都3丈高了，你算什么母？
我啊，我定你老母！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扬起如意棍抽了过去，棍子成功击打在厉嬷嬷的身上。秋天快到了，第一份爆炒栗子准备出炉。他用棍子将厉嬷嬷翻来覆去的击打，文妹不敢上前，只能尖声大叫：啊，别打了，别打了，来人呐！他的尖叫很有用，沈清堂的老爹沈明义带着府上的一队侍卫冲进院中。逆女，你还不快住手！沈清堂将手中的棍子直直朝文妹抽去，这一棍子狠狠击打在他的屁股上。沈清堂转头看向了沈明义，你让我停下来我就停下来，我不要面子的吗？你从前在外面胡闹也就算了，如今竟然在家里发疯，我今日若是不惩罚你，还不知道日后你会犯下什么大错。来人呐，上家法！他一声令下，侍卫便拿出了一柄鞭子，他握着鞭子一步步靠近沈清堂。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动手，我是你亲生的吗？哼，我这个当爹的都是为了你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柄鞭子也是我娘的吧？用我娘留下来的鞭子打我，你就不担心我娘从棺材里爬出来要了你的命？你可别忘了，沈家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你简直反了你！他最讨厌旁人提起过去，每每看到沈清堂，他就会想起从前那段不堪的日子，所以这也是他明知沈清堂在府上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也不曾理会的其中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当初姜堂为了掩盖未婚先孕的丑事儿，才会那般帮他。他娶姜堂进门，姜家助他上位，本就是应该的，他根本不欠姜家。他手中的鞭子即将触碰到沈清堂时，沈清堂一个侧身躲开了鞭子。沈清堂，叫你爹干嘛？哦，说错了，爹在这儿呢，别叫啊！哎呀，又说错了，嗨，反正都一样。老东西，你想咋的吧？你疯了你！一般般的我一般般的疯，你不该拿的东西，我会让你全部都吐出来。看着沈明义的态度，沈清堂有理由怀疑姜家的事跟他有关。沈明义听到他的话，心里咯噔一下，他心虚的冲着旁边的侍卫喊：抓住他，将鞭子抢回来！沈清堂一挥鞭子，直接抽打在沈明义的肩膀上。逆女！我现在是太子未婚妻，事后的太子妃，你动我一下试试。虽然沈清堂很厌恶圣玉，但借用他的名头威胁沈明义也是不错的。你说不出一句话，他暗想，沈清堂这个草包突然变得如此狠辣，难不成是知道了姜家的事，还有他的身世？不能跟他对着干，得像当年解决姜堂一样，悄无声息的将他解决了。你是我的女儿，无论你做什么，爹都不会怪你。既然你想要你娘的鞭子，那就拿着吧。3日后是中秋宴，这3日你不许出门，莫要惹出祸事，这便算是对你的小惩大戒了。说完，沈明义便离开了院子。沈清堂冷笑一声，沈明义越装好人，他就越怀疑，他自会查出真相，让他付出代价。他将鞭子塞进袖口，镯子感应到，便咻的一声将鞭子收进了空间里。同时，他将刚才取到的沈明义的血扔进空间里开始检测。若没有空间，他便无法这么快验证猜想。如今拥有这些高精密仪器，他只需要等待7天，就能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沈明义的亲生女儿。他一边想着，一边带着小诗往丞相府外走。主仆2人来到丞相府门口。大小姐，老爷吩咐了，不许您出门。你把他的话当成放屁不就好了？守卫一阵沉默，一时间他有些犹豫，要不要继续阻拦。沈清堂没有理会他，直接大步走出府门。他不由得庆幸，原主人从前做事就嚣张跋扈，所以就算他如今做出什么离谱的事儿，也不会引人怀疑。守卫连忙冲上前追赶，沈清堂回手弹出一颗石头，将守卫击倒。沈清堂直直朝东西街走，因为从前姜家的府邸
地就在那条街。虽说江家灭亡，府邸已经挪作他用，但他娘亲的坟还在府邸后山。想要查探清楚姜唐的死因，他得去坟头看看，指不定还能再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哎呦，沈家的霸王花出门了，赶紧躲远一点，不然一会儿他发疯了，可动手打人呢。哟，长得这么丑还要出来吓人呢？我看霸王花走的路线好像是去摄政王府。不会吧？摄政王可是敢在金銮殿斩杀官员的活阎王。沈清堂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直接来到了目的地。他抬头一看，牌匾上写着摄政王府。从前的江府如今被拓宽成了当朝摄政王的府邸。摄政王盛其涵，先帝最小的儿子，权倾朝野的战神将军，但一场意外双腿尽废，失去了生育能力。沈清堂径直走进摄政王府。天哪，霸王花疯了，他竟然真的去招惹摄政王。哎，我赌1文钱，霸王花马上就会被大卸八块扔出来。我赌5文钱，1刻钟之内他必死无疑。霸王花不死，我直接裸奔。摄政王府压根儿没有守卫，因为没有人会自找死路的来阎王殿，所以沈清堂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进入了摄政王府。府上负责洒扫干活的下人看到他，但并没有跟他多说一句话。既然你们不招待我这个客人，那我就不客气了。沈清堂按照记忆中的路线，穿过摄政王府的游廊后宅，朝跟后院相连的后山走去。完了完了，沈清堂竟然犯花痴到王爷身上了。王爷正好在后山，他一进去恐怕会直接血溅当场呀，我们走远一点吧，不要被殃及到了。他轻车熟路地来到后山，很快便找到了姜唐的坟墓。小姐，您是来祭拜夫人的吗？不是，来挖坟的。小诗一连问号，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沈清堂已经挥舞起锄头开干了。在小小的坟墓里面挖呀挖呀挖。小诗嘴角抽了抽，但他也立马跟着干活。两人这儿砰砰砰的挖动泥土，这动静缓缓传入被雾气笼罩的林海深处。烟雾缭绕的浴池中，男人锐利的眼眸猛地睁开。若影，烧！一声令下，一道黑影朝着生源处飞奔而去，手中的长剑同时出鞘，刺向沈清堂的后背。正在努力挖坟的沈清堂察觉到背后的杀气，侧身在地上翻滚了一圈，躲开了。哼，老六搞偷袭，不讲武德。若影没有回应他，只是继续放出攻击。沈清堂没有内力，就算格斗术厉害，也还是有些吃亏。他已经从空间里掏出了手枪，随时准备上膛开枪。铠甲勇士，我挖我娘的坟干你什么事儿啊？若影的表情微微变了变，短短几息时间，他已经给他取了好几个名字了。老六，铠甲勇士。但若影手中的动作并没有减缓一点，因为王爷要杀的人，他绝不会手下留情。沈清堂见状，轻抬手臂，手指缓缓扣动扳机。正在这时，一道极尽的力量攻击他的后背。靠，老六一个接着一个，他毫不犹豫地开枪了。这一枪是给第二次袭来的老六，因为他明显能感觉到后面来的这个人武功更高强。旁人是柿子挑软的捏，他是挑硬茬干了再说。因为是盲射迷雾，所以子弹只是擦过男人的手臂。下一刻，一双大手钳住了沈清堂不堪一握的细腰，熟悉的松木香和宽厚的胸膛让他为之一愣。这怎么这么像棺材里的老色批？他来挖坟，竟然又遇见了他。他命中带棺材吗？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变态老色批这么好看，男人直接拽着他插进了雾气下方的水池中。沈清堂向上一蹬就浮出了水面，他这一蹬让身旁的男人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老色批闲的蛋疼来威胁我，我一脚给你踹爆。
沈清堂心中骂骂咧咧地抬起头，泛着水珠的男人侧脸撞入眼眸，精致的五官和流畅的下颌线让沈清堂以为自己看到了整容院的模板。但还不等他说完话，沈清堂呼的一口洗澡水直接喷洒在他的脸上。别以为长得帅身材好就可以耍流氓，我照喷不误。盛其寒太阳穴直抽搐，他在暴怒的边缘，他生平第一次被人当成流氓，还被喷了一嘴的口水，但他身上的奇怪气息能压制他暴躁的毒素。他深吸了一口气，忍了。他伸手拽着他的肩膀，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喂，谈个合作。随着他的靠近，他胸口的沉闷果然减少了许多。可以啊，卖身还是卖肾？你帮本王缓解毒发，本王可以帮你做任何事，卖身卖肾除外。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摄政王，传言有误啊。摄政王哪里不近女色，分明就是个老色批，指不定就是心理变态，不喜欢漂亮姑娘，就喜欢我这种长得丑的。虽然这样形容自己有点不大好，但是这就是事实嘛。姐丑是丑了点儿，但胸大屁股翘，在丞相府虐待下都能发育得这么好，这要是营养跟上，那不是得要呼之欲出。他心里百转千回，面上回应道：我不但可以帮你缓解毒素，还可以直接帮你解毒，就连你双腿都能治好。盛其寒眼眸微眯，他的毒素和断腿，全京城的大夫都说无法治愈，他竟然敢如此口出狂言。但看到他自意自信的笑容，盛其寒对他莫名有些信任。条件？我需要人手、钱财、地位，简单的说，用你的权势帮我做事。成交。沈清堂从袖口的空间拿出几根银针，随后以极快的速度扎进他的胸膛，紧跟着他划破自己的手腕。喝！他身体一怔，但猩红的血已经流进他的嘴里，他只能将血咽了下去。他的血进入身体，胸口那种堵塞的疼痛缓缓消散，四肢被毒素冲击的麻木也开始复原。喝了好几口血之后，沈清堂收回手腕，用空间里的灵泉水冲刷了一下，反正都是在水中，盛其寒根本察觉不到他用的是什么水。灵泉水流淌而过，伤口瞬间愈合。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一个飞身跳脱出浴池，朝着姜堂的棺材走去。盛其寒看着自己胸口上的银针，顿了顿，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做。沈清堂淡然开口：自己起来？难道还想让我抱你起来？我看你双腿残废也来去自如。盛其寒脸色阴沉着，用内力跳出浴池。另一个暗卫立马识相的送上干净的外袍，当然还有一件是给沈清堂的。沈小姐，这是给您的。沈清堂接过披风搭在肩上，同时看了一眼面前的暗卫。你比那个铠甲木头懂事，给你颗药丸吃着玩。说着，他将一个小瓷瓶递给他。他有些犹豫地看了盛其寒一眼。盛其寒轻飘飘地嗯了一声：若风谢过沈姑娘。他道谢过后，打开瓷瓶闻了闻，因为沈清堂连王爷的毒素都能压制，指不定能治疗他身上的旧伤呢。他可被这旧伤折磨了许多年了。他没有犹豫地吃下药丸，一阵冰凉后，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消散了许多。王爷这番还真是找对人了，这样的本事就是卖身也可以啊。正在他震惊时，去做事吧。若风看着被挖开一半的坟墓，立马上前挖坟。旧伤得到缓解的他挖坟十分有劲儿，不一会儿就将木棺挖了出来。沈清堂走进棺材旁，仔细观察着，钉子严丝合缝，棺木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他示意若风撬开棺木，咯吱咯吱几声，钉子被撬开。沈清堂直接翻身进了棺木，没有想象中的腐烂，只是一具骨架子。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尸骨的脖梗部分，从颈椎骨一直到胸椎骨全部泛着黑色，这说明他是中毒而死。棺木底部还有已经干涸的黑色血迹，他立马将血迹和毒素收集
计起来，只要能查清楚毒素，就能顺藤摸瓜抓到毒药来源，一步步查，肯定能查到凶手。若是他一人单枪匹马，自然很困难，但现在不一样了，他有盛其寒的帮助，他将东西塞进袖口中，实则是扔进了空间里。检查了尸骨后，他一股脑的将棺材里的陪葬品装进早早准备好的麻袋里。他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咧嘴笑，肥水不流外人田呐，这些都是他老娘的东西，这也是沈明义那狗东西做表面功夫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财物。沈明义拿了江家不少东西，他回去就找机会给他搜刮了。空间这么大，不用来收刮东西，简直是浪费。盛其寒看到这一幕，一阵沉默。看他这个样子，应该早就预谋好了要来盗陪葬品。不过从这儿也能看出来，他在丞相府确实很缺钱。想到这儿，他给了若风一个眼神，若风立马心领神会的去拿了一个钱袋子，递给沈清堂。沈小姐，我叫王爷给你的。沈清堂眼眸微挑，哟呵，不愧是摄政王啊，这眼力劲儿真不错。多谢王爷。他突然觉得盛其寒那张冷冰冰的脸顺眼了很多。王爷，我想要查一查江家当年的事，可以在府上找一找吗？你自便。盛其寒说完，直接提起内力离开了。得到允许的沈清堂立马在摄政王府里搜索起来。他主要搜索的地方便是江太傅，也就是他外公的书房。他幼时曾在江太傅的书房躲猫猫，知道这下方有一个暗格，江太傅会用来储存重要的东西。他趴在桌下掏出一把匕首，将地砖撬开，果然一个黝黑的暗格出现在眼前。他伸手一摸，一个木质的匣子就被取了出来。他没有立刻打开木匣子，而是直接存进了空间里。虽然他跟盛其寒有合作，但并不是完全相信他。拿到想要的东西，他立马带着小师离开摄政王府。而此时摄政王府外还站着不少吃瓜百姓，他们眼巴巴地看着王府大门，等待着沈清堂的尸体被扔出来。可等了许久，看到的却是两道完好无损的身影。霸王花活着出来啦！这是重点吗？你们看他身上的外袍，那不是摄政王的吗？难道摄政王不在家，所以霸王花才能胡作非为？议论声刚刚响起，盛其寒在若风和若影一左一右的拥护下来到了王府门口。你想要的东西。沈清堂猜想多半是跟江家有关的东西。多谢。围观百姓呆若木鸡，若不是摄政王的左右护卫都在，他们甚至怀疑摄政王被人调包了。但下一刻他们就知道，眼前这个人还是那个无情的战神王爷。若影，动手。若影的身形闪动，啪啪啪，方才辱骂过沈清堂的人都被扇了巴掌，而口出狂言说要裸奔的人，咔嚓咔嚓的被若影划破了衣裳，光着身子站在街上。若影一脚踹在他的屁股上，围着京城跑一圈。我男人在若影的武力威胁和盛其寒的眼神威慑下，捂着屁股朝京中街道跑去。你应该捂脸啊！裸奔的男人听到这话，立马捂住了自己的脸，但一不小心将眼睛也捂住了，啪叽一下摔了个狗吃屎。沈清堂当场笑喷，他冲着盛其寒眨了眨眼睛。你这个人啊，能处。虽然他冷冰冰的，但做事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这让沈清堂很满意，所以他一脸笑意的回了丞相府。他离开后，盛其寒冷声说道：去查清楚。若影立刻领命离去。沈清堂的变化太大了，王爷起疑了。一旁的若风撇了撇嘴，王爷还说不卖身，这又是给钱又是给情报，还帮着打脸。依我看呀，最后调查清楚，王爷会将自己清清白白的卖给沈清堂。王府整日死气沉沉的，有个厉害的女人，嘿嘿，有意思。此时的沈清堂已经回到了丞相府门口，直到回府，小诗整个人都还有些发懵。他不敢相信，他跟小姐竟然在摄政王府里闹了一圈，又平安的回来了。虽然
正在小诗暗暗嘀咕时，主仆二人再次被守卫拦住了去路。小姐，老爷说您擅自离府，让您在府门外罚站1个时辰。沈明义又不是第一次放屁，你继续装听不到。说着便直接往府里走。守卫一阵沉默，但经过方才的事儿，他识相的选择不阻拦。忙碌了一早上，沈清堂饿得两眼发昏，他带着小诗直奔府上厨房。此时正是饭点儿，厨房的人准备了许多菜，正准备送往正厅。厨房的奴仆们看到沈清堂全都视若无睹，就像他根本不存在一样。沈清堂也懒得跟他们啰嗦，他直接拿起桌上的酱香鸡腿就开吃了。住口！沈清堂没有理会，直接一口撕下鸡腿肉。沈清堂，你疯了！这可是给夫人准备的鸡腿，你吃了，夫人吃什么呀？他吃屎呗！你老嬷嬷一时被气得无言，看到沈清堂还在继续吃鸡腿，老爷让大小姐罚站，大小姐违抗命令前来厨房偷吃，那老奴就替老爷好好惩罚大小姐。但小诗挺身而出，一把推开了老嬷嬷。王嬷嬷，大小姐是府上的嫡出小姐，别说一个鸡腿，就是要你的腿，你个老贱婢也得给罚站。我怕你等会儿直接站不起来。沈清堂看到这一幕，默默给小诗竖起了大拇指。你个贱蹄子，你竟然敢推老娘，老娘今天非得扒了你的皮！说着直接朝小诗冲了过去。小诗身形小巧，一个侧身便躲开了王嬷嬷的袭击，随后她伸出脚一绊，哎呦喂，我的屁股，哎呦！来呀来呀，看看谁的屁背吧！小诗骄傲地扬起下巴。从前小姐反抗不了，也没有靠山，如今小姐有能力反抗，而且还有了摄政王这个大靠山。她是要配合小姐，将丞相府欺负过他们的人全都打回来。哎呀，贱婢，我砍死你！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只会摔断腿。她一个扫堂腿，王嬷嬷再次摔倒在地上。沈清堂默默走上前，鸡腿、鸭腿、猪腿，还有你的大肥腿。他一边念叨，一边扬起菜刀，噗嗤，锋利的菜刀没入皮肉，霎时间鲜血流淌了一地。王嬷嬷张嘴就想嚎叫，但沈清堂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刀柄反手一敲，直接打碎了王嬷嬷的下颌骨。红豆、绿豆、黑豆，还有截给你的大逼斗。所有人大气不敢出，直到沈清堂吃饱喝足离开厨房，他们才如释重负。沈清堂回到海棠院，看到残旧的院子，他眉头微微蹙起。太穷了，今晚去沈明义那儿找点银子来修葺房屋。小诗掩面偷笑，小姐分明才得了摄政王几百万两银子，可以说是小富婆了。不过沈明义平时苛待小姐，所以让她吐出点银子就是理所应当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姐，奴婢知道府上的库房在哪儿，还有沈明义经常去书房后面的竹院，奴婢猜那儿肯定有好东西。小诗，你这个情报非常有用，晚上带上家伙，我们去捞一笔。他一脸笑意地回到屋内，他先打开了盛气寒给他的情报，里面写着江家被查出通敌叛国和贪污受贿的全过程。看完盛气寒的情报，他又打开了从暗格中找到的木匣子，一叠有些泛黄的信件映入眼帘，上面写的都是江太傅的门生犯下的罪孽。他看完暗暗在心中谋划着如何帮江家翻案，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治疗他身体里的毒素和脸上的伤。他将小诗屏退后，直接进入了空间里。他仔细观察着脸上的疤痕，用手术刀朝疤痕上划去，黑红色脓血流淌而出。按照正常操作，肯定是
是消毒上药，但沈清堂拥有灵泉水，所以他直接将脑袋埋进了灵泉水里。就这样，几分钟后，他抬起头摸了摸脸颊，沈清堂满意的笑了，这金手指太强了。他从空间跳回了房间。月黑风高夜，他和小诗换上夜行衣，直奔府上库房。两人来到库房附近的角落蹲守，此刻门口有4个守卫看守。沈清堂从空间里拿出无色无味的毒烟，吹向几个侍卫，哐当2声，站在面前的2个侍卫倒地。沈清堂给了小诗一个手势，让小诗望风。他径直走进库房，沈清堂如蝗虫过境一般，将所有东西都收进空间里。宝库在几息时间里变得空空荡荡。沈清堂直接转身离开宝库，两人的动作让躲在暗处观察的若风嘴角抽了抽，这速度也忒快了。沈姑娘确定拿到值钱的东西了？她继续跟上沈清堂两人，发现他们来到了沈明义的书房。书房门前的守卫更多。小姐，竹院要穿过书房才能进入，我经常看到老爷小心翼翼的让人看守连通书房和竹院的小道，里面一定有好东西。但是加上中间小道还有竹院门口的守卫，少说也得有20，我们只有2个人。沈清堂眼眸微垂地观察着四周，正在他思索着计划时，小姐，书房的侧墙有狗洞，咱们要不要走，钻狗洞？小诗愣了愣，只要能够搞到钱，钻个狗洞有什么关系？而且我曾经都混到要抢旺财的狗饭吃的地步，钻旺财的狗洞，吃旺财的狗饭，咱跟旺财的感情永不散。小诗便立马带着沈清堂来到了书房侧墙的角落。小姐，狗洞就在那儿，旺财经常从这个狗洞钻出去找小母狗生小狗。而小诗那边轻松自如，没有卡顿。沈清堂摸了摸自己的胸，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算了，还是直接匍匐前进吧。说着，他直接趴下往狗洞里爬动。他们成功从狗洞里钻了出来。他让小诗蹲守在洞口附近，他则是贴着墙角缓缓靠近竹楼。很快就发现了一间装满珍贵药材的屋子。他暗道：好家伙，这么多补药，沈明义到底有多虚呀？他一挥衣袖，所有药材就消失不见。紧接着是亮瞎眼的金条，一根根金条整齐排列，少说有100万两黄金。沈清堂更是毫不客气地收下。2楼的东西都被扫荡的差不多了，他顺着楼梯扶手滑行到了1楼。1楼一排排武器整齐排列在大厅中。虽然沈清堂已经有了热武器，但冷兵器他也不会客气，所以他一挥手将所有武器都收进了空间里。将竹楼搜索一空后，他立刻原路返回。就在他准备离开时，竹楼下传来哒哒的敲打声。他眼眸一亮，难道还有地下室？拿出匕首插进土里，咔嗒一声，机关被启动，平坦的地面缓缓往后挪动，一条隐秘的地道出现在眼前。地道的下方就是一个地下暗牢，阴暗潮湿的牢笼中关着一个男人，暗牢外有4个守卫看守。别敲了，暗沙阁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再影响我们哥几个睡觉，我们给你几鞭子。说完，几人闭上眼睛呼呼大睡。沈清堂听到这话，眼眸微眯。暗沙阁，他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沈明义能做到丞相之位，就是因为围剿反朝廷的暗沙阁有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且他现在只能依靠盛其寒，没有自己的人马，所以他决定救下这个男人，开拓自己的势力。沈清堂几根麻醉针同时射进他们的身体里，沈清堂直奔地牢。这地牢里的男人已经只剩下一口气吊着，自然也无法逃脱，才试着将他收进空间里。收拾妥当后，他按照方才的路线返回。他有空间遮掩，所以一路顺利地回到了狗洞口。小诗看到他成功回
回来，长松了一口气。主仆二人回到海棠院后，直接呼呼大睡。若风则是一个闪身，回到了摄政王府。王府内，盛其寒坐在轮椅上，手中拿着一叠厚厚的资料，全都是关于沈清堂的，事无巨细，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正在这时，若风回来，将今日的事情全部禀报给盛其寒。王爷，其他的事属下知道的清清楚楚，只有沈小姐进入竹院后的事情属下不清楚，因为那里的人马太多，属下担心会被人发现。在得知他能躲过层层守卫，进入沈明义的秘密基地，嘴角又勾起一抹笑意。罢了，他一直都发疯，只是现在不光疯，还更厉害了而已。继续盯着他，不可有一丝闪失。他可是唯一一个能解开本王身体里的毒的人。至于他的秘密，本王相信本王总有弄清楚的一天。是王爷。与其待在冷冰冰的王府，若风更愿意跟着沈清堂，跟他一起不但能看乐子，指不定还能将旧伤彻底治好了。而且他有预感，王爷会被沈清堂收拾得服服帖帖。若影那个木头小子不清楚，但他心里可跟明镜似的，他可得抱紧沈清堂这个大腿。翌日，沈清堂是被空间里的一阵滴滴声吵醒的，他立马探入空间里，发现药已经通过静脉输送到昨夜救进来的男人身体里。滴滴的警报声是药水输送完毕的提示。沈清堂立马给男人换了几瓶药，他拿出剪刀将男人的衣服剪碎，一块白净的玉佩掉落在地。他捡起玉佩看了看，发现只是一块普通橙色的玉佩，应当是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他默默将玉佩收好，简单消毒处理男人的外伤后，他当然没忘记在药水里加麻醉药，不然他的空间就会暴露。他刚处理好伤患，空间外面就传来一声声尖叫和吵闹。他脸上满是笑意，他知道是沈明义发现府上的变动了，不过跟他没关系，他睡死了。他继续回到海棠院睡大觉，可没想到刚躺下，房门被直接踹开，一队队侍卫冲进他的房间。小石听到动静，立马冲进屋内阻拦。你们做什么？怎么可以擅闯小姐的闺房？为了小姐的清誉，你们承担得起吗？侍卫们压根儿没有理会小石。沈清堂早已经穿戴整齐，他脸上的疤痕被他用黑色丝巾遮挡了起来。他缓缓起身，走向几个侍卫。摔坏了我的东西，你们是要赔的；影响我睡觉，你们也要赔。侍卫们还未回答，赔！我看你就是个赔钱货！你知道府上少了多少东西吗？沈清堂没有理会文妹，他突然动手，一个跳跃将侍卫的脑袋按在了梳妆台上。本小姐的起床气很大，不想要银子赔偿，直接用你们的命来赔。他一边说，一边抓起旁边的铜镜砸在了侍卫的脑袋上。文妹看到猩红的血，再次想到了沈清堂用棍子抽打他的场景，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天星大师，快抓住这个妖孽！在他的喊叫之下，一个30-40岁的中年男人从门外冲了进来。房里妖气很重啊，确实有妖魔作祟。妖孽在此，看本道长将你收了，还丞相府宁静。沈清堂果然是个妖孽，道长，快弄死他！妖孽，你本不属于这里，在这里多番作乱，本道长只能替天行道，收了你。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那你直接将我送回去我该待的地方吧。道长被他的话吓得一怔，看他的眼神变了变，他不过是听文妹言语中十分讨厌沈清堂，所以才随口说他是妖魔。毕竟只要能让文妹满意，他就能拿到钱财。这世上哪来这么多鬼怪？但现在他怎么感觉沈清堂说的像真的一样？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妖怪，你休要猖狂！我乃太上老君，坐下高徒，才不会怕你。道长的反应让沈清堂明白这只是个骗子。他冷笑一声，从空间里拿出一把道具刀，刺入身体还会有血包流出，效果十分逼真。他猛地将刀捅进自己的心脏。太上老君，那你可知道我是谁？道长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但他的任务
本就是让沈清堂死掉，所以只要能达到目的，他当然乐见其成。区区低等妖物罢了，你畏惧本道长选择自杀是个明智的选择，这样就不会死得太难看。沈清堂将匕首从胸口里拔了出来，然后又哐叽哐叽地捅了自己好几刀。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专门踢翻太上老君的丹炉，弄死他座下的弟子。你装在我手上可真是巧了。他身中10几刀，还能行动自如地靠近天星道长。哎呀，妖孽，你别过来呀！我偏要过来。来喽，老头儿，你逃我追，你插翅难飞。扑通一声，天星道长直接被吓得趴在地上。他挣扎着想起身，但却发现他的双腿忽然无力，怎么站都站不起来。站不起来了。哎呀，孙悟空大人，我错了，我压根儿不是什么太上老君的弟子，我就是青梅山的一个道士而已。哎呀，你放过我吧！给姑奶奶道歉。孙大人，对不起，对不起。名字喊错了，不算数，重新道歉。天星道长仔细地回想了一下他方才说的话。齐天大圣，孙悟空姑奶奶，我对不起你，现在可以了吧？还是错了还错呀？你方才就是这样说的呀。沈清堂抬腿一脚将天星道长踹飞，连我的名字都弄不清楚，你活该被打。他冲着天星道长一阵拳打脚踢，打得他在地上动弹不得才停下。你姑奶奶叫孙悟空，记清楚了吗？不然下次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什么名字错了？分明就是沈清堂故意想揍他，但他却不敢反驳。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天星道长狼狈出逃，文妹也不敢久留，立马逃之夭夭。点个订阅吧。走，小诗人，咱们去找老怂包要钱去。小姐，老爷丢了很重要的东西，今儿个一早就在书房大发雷霆，还处决了好几个侍卫，怎么现在去？他很愤怒，那更好，我最喜欢看他气得要死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沈清堂一脸笑意地朝着书房走去。此时书房中的沈明义正是火大。废物，还没有查到踪迹吗？库房里的东西丢了就算了，你们知不知道竹院里面的东西有多么重要？那可是我准备了5年的东西。侍卫跪倒在他面前，低着头不敢说话。他们仔细查了所有地方，别说人的痕迹了，老鼠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一丁点儿。最让他们想不明白的是，竹院里面的东西那么多，就算用板车来拖也需要几个时辰呢。盗贼是怎么悄无声息运走的？就连暗杀阁的墨白也被人救走了，要你们有何用？这时敲门声响起，滚！他怒吼完，房门直接被踹开。嘿，我就不滚！世界如此美妙，你却如此暴躁，不好不好！沈明义看到他，瞬间感觉肩上的伤口又开始疼了。他刚想发脾气吼叫，哎，先别哇哇叫，给我银子！沈明义瞪大眼睛，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府上宝库失窃这么大的事儿，沈清堂不可能不知道啊！他不帮忙找贼人就算了，竟然还来要钱，这是正常人能做得出来的事儿吗？没有，滚！你不给是吧？那我自己找。说着就开始在桌上翻找起来。沈清堂！沈清堂一撑手，直接坐到了桌上。哎呦，丞相大人不要这么激动嘛，暴躁易怒会得乳腺增生和前列腺疾病的哦。乳腺、前列腺，就是你的胸和你的命根子会有毛病，指不定要把你的胸和命根子都嘎了。不过你也不用怕，嘎了这2样东西不会死，最多就是不男不女而已。不错，以后你就是大圣朝第1个人妖了。你简直放荡！沈清堂将手中的毛笔朝着他扔了过去，毛笔刚好插进沈明义的喉咙里。沈清堂又从笔架上拿过毛笔转悠，他眼眸带着皎洁的笑意，这意思便是你再好，我又赏你一顿墨汁吃。沈明义见状，立马闭上了嘴巴。我要1万两银子，马上拿来。只有500两银子，1万两是府上半年的用度，我可不能给你。沈清堂再次飞射出一支毛笔，这一次毛笔插进了沈明义的鼻孔里。哎呀！沈清堂没有再给他
他机会，直接将笔架上的毛笔咻咻地朝他扔了过去。没一会儿，沈明义的2只鼻孔和嘴巴都插满了毛笔。一旁的侍卫想动手，怎么想杀太子妃？侍卫们不在乎沈清堂的身体，但却畏惧他太子未婚妻的名号。沈清堂一步步走到沈明义身旁，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在跟你商量。明日是中秋宴，我可不得拾掇一番自个儿。1万两买点首饰脂粉很过分吗？哦，那你要是不给银子，那我就只能跟皇上提一提我娘救驾有功的事情喽。沈明义听到这儿握紧了拳头，姜唐那个贱人救过皇上一命，所以皇上也给沈清堂3分薄面。若是让他去告状，他少不了要挨一顿惩罚，指不定还会重新牵扯到姜唐之死。为了1万两银子损失这么多，实在是太亏了。而且文媚和清幽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计划，明日就能让沈清堂悄无声息地死在宫里。最终沈明义还是让人取了1万两银子给沈清堂，他带着银子和小诗潇洒地走出丞相府。主仆2人来到一间名为千娇百媚的成衣铺子，他在成衣铺子里扫视了一圈，最终选中了一条白色的齐地裙。我们家小姐看中了这一条裙子。哎，好嘞，小的这就给沈小姐包起来。可没想到裙子刚拿下来，本小姐多出50两银子，这裙子本小姐要了。沈清堂缓缓转过头，他一下子没有想起来这人是谁。小姐，这人是2小姐的闺中密友姬蕾。什么姬？姬蕾？什么雷？小诗憋着笑又重复了一遍。哦，鸡肋啊，那就是鸡骨架呗。鸡骨架，你要跟我抢东西？沈清堂，本小姐叫姬蕾，你当真是没有一点教养。没有啊，我素质不详，遇强则强，我没叫你鸡爸就是文明词了。买东西自然是价高者得了，你出不起价，东西就是本小姐的，何来抢一说？你知道除了价高者得，还有另外一条规矩吗？什么规矩？但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沈清堂就飞冲到他面前，砰的一声，一拳头砸在了他的眼睛上。还有一句话叫拳头大才是硬道理，既然你不长眼，那这双眼睛也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疯婆子，我要报官抓你！积累身旁的小丫鬟立马悄悄溜出去找人。沈清堂没有理会，只是擦了擦拳头，准备继续开走。正在这时，人群中看热闹的一个老头子倒在了地上。哎呀，死人了！快去找大夫！沈清堂扫视了一眼老头子的情况，嘴唇青紫，但脸上呈现暗红色。他立马就判断出老头子是心脏病发作，他快步冲向老头子。让开，别围着！对于一个军医来说，看到有人需要救治，根本不可能见死不救，救死扶伤的理念是永远刻在骨子里的。沈清堂伸出手给老头子把脉，脉象呈断裂趋势，甚至微弱的察觉不到。他立马从袖口的空间里拿出了银针和速效救心丸。此时的积累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看到这一幕，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沈清堂完了，因为眼前晕倒的这个老头子可不是普通人，而是大理寺卿。他平日打架撒泼，没有人能管他，但他弄出人命，还是害死德高望重的朝廷命官。这一次皇上绝不会再原谅沈清堂。沈清堂双手狠狠地按压着，按得他的身体剧烈晃动起来。众人看到这一幕，小声议论着：这沈清堂真是恶毒，人都要死了，他还这样折磨人家。哎呀，他长得这么丑就算了，心眼还这么坏，难怪太子殿下不喜欢他，若不是有婚约，太子殿下才不会娶她呢。正在众人叽叽喳喳时，大理寺卿轻咳了2声，醒了过来。你有心急，找个时间去治疗，不然一到这种拥挤不透气的地方，再加上情绪激动，就很容易犯病。我这心急能治？小问题而已，怎么不能治了？不过需要用到的药材都是顶尖的，你有钱治疗吗？大理寺卿微微一顿。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你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一般只记得跟我有仇的，因为我要找机会半夜去揍死他丫的。你这丫头真可爱。大理寺卿看着他的眼神满是欣赏和满意。若是沈清堂知道他的身份再来救治他，他还没有这么欣赏他。毕竟他有可能是因为身份和朝堂关系才出手搭救，可他只是将他当成一个普通人来救治，这份心就更让人感动了。将镇店之宝赏给这丫头。小二一听，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到2楼取东西。这家店是你开的？大理寺卿看着他的样子就知道他肯定对京中的事儿都不太了解，他唯一了解的大概就是太子了。从前他只觉得沈清堂是个疯子，可如今一见才知道传言不符啊。这家店是我女儿的，我是大理寺卿赵继国，她去别处进衣裳料子和花样了，但我还是能做主一件衣裳的。她呢也是个飒爽的人，相信你们见面后会成为朋友。正在赵继国跟沈清堂说话这段时间，小二抱着一个精致的红木箱子走到了两人面前。老爷，沈小姐，衣服取来了。赵继国亲自将盒子交给沈清堂。你明日就穿这身衣裳去参加中秋宴，肯定能惊艳四座。沈清堂没有客气，直接收下了。沈清堂递给了小诗，随后将小瓷瓶分装好的速效救心丸递给了赵继国。这是急救药，事后若是再发病就立马吃一颗，至于你的病不用太过担心。赵继国收下药，深深地看了沈清堂一眼。这丫头做事恩怨分明，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以前的一切恐怕是在藏拙吧。沈清堂带着东西准备离开，但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他知道是姬雷找来的人，转头一看，果不其然，京兆尹带着一队人马来到他面前。他先是恭敬地跟赵继国见了礼，才开口询问情况，但沈清堂还未回应。唐丫头，先坐着休息会儿，本官审案多年，谁有罪谁无罪，本官一眼就能看得出，本官的眼睛就是尺。这么好看，点个本订阅吧。官女儿的衣裳不会卖给你这样的人，以后不许踏入步子一步。说完，他对京兆尹说：先聊者贱，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姬小姐，在京中闹事者，杖责10棍或罚银1000两。你看，姬磊握紧了拳头，1000两银子，他一个月的月例银子才20两，所有私房钱加起来也就几千两银子，如今一下让他拿出1000两，他真是肉疼的厉害。哟，刚才不是要加钱拿下衣服吗？不会吧，不会吧，现在连1000两都拿不出来，所以你刚才都是装的。姐最讨厌装逼的人，怎么办？想给你一个大嘴巴子。沈清堂说完，直接冲上前给了姬磊一个耳光。沈清堂，你凭什么打我？我这个人一般不在心里胡思乱想，想做什么就都做了。想抽你大嘴巴子那就抽喽，就这么简单而纯粹，有问题啊？刘大人，你方才说在京中闹事，要么罚银1000两，要么杖责10棍。如今沈清堂敢当着您的面动手，这是不是该多加一条藐视王法，不将朝廷命官放在眼里的罪名？惩罚是不是也应该重一些？虽然姬磊的脸很疼，但他暗暗在心里窃喜，若沈清堂不动手，那今日他当真是吃下这哑巴亏了。但沈清堂动手，这么多双眼睛看着，这草包抵赖不得。沈小姐，这……刘伟眉头紧锁，一边是大理寺卿要保的人，一边是这么多百姓看着的公正办案。姬小姐的机位太重，将蚊子都引过来了，我给她拍蚊子而已，有什么问题吗？刘伟定睛一看，发现他的手心里确实有一只已经死掉的蚊子。没问题，沈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呐。行了，这件事呢就到这儿，日后若有人斗殴挑事，本官定严惩不贷。脏东西太多，将蚊子全都引了过来，赶紧将门口清扫一下。他一声令下，千娇百媚的下人立马拿着扫帚拖把开始清扫店铺。下人来到姬磊面前陪笑道：姬小姐，麻烦您让让，不然等会蚊子越来越多了。
你们！积累握紧了拳头，他知道这群人都是铁了心帮着沈清堂对付他。行，今日这笔账他记下了。明日进了宫，大理寺卿可护不住沈清堂，而此时的沈清堂淡定地在街上晃悠着，他并没有打算立刻去大理寺卿府上，一来是现在时间尚早，他前去容易被人发现踪迹，二来他想找的人还没有找到。他在街上游走了好几圈，小诗就有些奇怪了，他正准备开口问沈清堂想找什么，嘘，有人来了。小诗立马扫视四周，虽然他不会武功，但他能当人肉盾啊，只要有人冲上前攻击，他就立马保护小姐，让小姐能第一时间逃脱。正在小诗这样想着时，沈清堂已经动手了，他手中的银针飞射而出，射中小巷中的一道黑影，黑影重重地砸在墙上，他想跑，但无奈脚下没有力气。别挣扎了，哥们儿，这一针就是野猪都扛不住，你认为你比野猪壮，还是比野猪野？男人没有回应他，而是艰难地用手撑着移动。哎，跑什么？你不是在找我吗？不想救暗杀阁的兄弟了？墨白在我手里，你走了可就见不到他了。就算你用墨白威胁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暗杀阁的任何事，你也休想得到暗杀阁的至宝。至宝这两个字瞬间让沈清堂来了兴趣，同时他也明白沈明义抓了墨白得到了暗杀阁的好处，但却没有杀了墨白，而是将他囚禁起来的原因。至宝我确实很有兴趣，不过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告诉我，至于墨白他很安全。说着他再次从袖中射出一根针，他立马就能动弹了，但他却没有立马离开，而是目光灼灼地盯着沈清堂，因为他前去的地方是斗兽场。沈清堂回头瞟了男人一眼，怎么了？不想救你兄弟们恢复自由了？暗杀阁也不想重建了？男人握紧了拳头，眼眶微微泛红。他所说的这两件事都是他最想做到的，但却无法完成的。暗杀阁的人所剩无几了，重建比登天还难。想要救出斗兽场中的所有兄弟，那就要连胜10场，打败斗兽场中最厉害的血狼。但不知为何，他看着沈清堂这坚定的步伐，他心里竟然燃起了希望。就在他思索这段时间里，沈清堂已经进入了斗兽场。小诗紧张地拉着沈清堂的手，小姐，回去以后能不能教奴婢些功夫？虽然奴婢可能是三脚猫功夫，但是那以后才有奴婢保护小姐的机会啊。好，回去就教，只不过我不会内力，咱们还得要找个师傅传授内力才行。摄政王武功高强，还跟小姐是盟友，让他来当师傅最合适不过了。只是小姐心仪太子，恐怕不愿意跟其他男人有多牵扯。思索了一番，小诗还是没有将这个想法说出来。跟在他们身后的男人看到两人的状态，忍不住摇了摇头。他方才真是疯了，竟然会相信一个名声在京中已经臭完了的人。自己选座位，付钱。沈清堂看了长桌一眼，上面摆放着一张纸，纸上写着1等座1000两白银，2等座500两白银，3等座200两白银，站位100两白银，2个站票。去，进去吧。沈清堂径直走进内院，一直跟在两人身后的男人并没有给钱选座，而是直接进入了斗兽场。沈清堂对此并不震惊，因为从他看到男人的第一眼就知道他是斗兽场的人。有些昏暗的正厅里，一个高高的擂台映入眼帘，他没有挤上前，而是往最右边的挑战处走。一直跟在沈清堂身后的男子看到他的动作，立马上前阻止他。你不会要上台去挑战吧？我记得斗兽场的规矩是，只要能通关打败10个人，就可以带走所有想要的人。若是能打败5个，就可以带走10个人，这还挺划算的。划算个屁呀！我曾经也是这样想的，可如今我知道你想重建暗杀阁，但你一个人
人不太现实，你回去吧，我莫叶记你的恩情。看来你跟莫白是兄弟关系，他我都能救，你也一样。说着，沈清堂没有理会他，径直朝挑战台走去。莫叶彻底慌了，他想上前阻止，但突然身体僵硬了一下，他知道是沈清堂动了手脚。当他重新能动弹时，沈清堂已经走到了挑战台上方，他紧张的浑身是汗，而台上的沈清堂却格外的淡定。他从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今日他故意将墨白的玉佩挂在腰间，在街上晃荡，就是为了引出暗杀阁的剩余人马。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要挑战几个人？他扫视了沈清堂一眼，发现眼前的女人根本没有内力。就你挑战1个人，你都会死在台上。10个全部都一起上，我赶时间。这疯女人，就是斗兽场最厉害的血狼都没有信心能赢过10个人，她竟然如此猖狂。不过有人找死，我也懒得阻拦。所以他在登记的册子上写下了挑战10人的数据。沈清堂脸上戴着黑色面纱，除了他方才故意暴露身份让莫叶得知他的身份之外，其他人并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所以当他走上台挑战时，台下的众人全都惊愕地看着他。对呀，是个女人呐！挑战台竟然出现了女人，笑死了！他不会以为斗兽场还有男女之分吧？上了擂台，无论男女都是身体的碰撞，野兽可不会怜香惜玉呀。我赌1两银子，这个女人呢，马上就会死在台上。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沈清堂挑战的10人全部出现在了擂台之上。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还高兴吗？再告诉你一个更高兴的消息，最近春暖花开，正是出游的好时间，带点什么零食好呢？我刚买的老街口瓜子，香香脆脆，太适合出游分享零食了。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试吃零食，身边的朋友嘴馋了，直接在这里尝鲜，这一大包才不到10块，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好多领券后才不到9.9，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选。来吧，几人只派出了2个实力最弱的人上前跟他对打。2个男人赤膊朝沈清堂打了过去，虽然他没有内力，但他的近身搏斗术可是数1数2的。2个男人拳头落空，他们眼里闪过惊讶，随后又立马扬起拳头朝沈清堂的脑袋上砸去。沈清堂一个下腰再次躲开，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单纯的躲开了，他握紧拳头，指尖夹着麻醉针朝2人挥打而去。他的拳头砸在了2人的胸膛上，2人捂着胸口想继续攻击，但心口一疼，直接重重地倒在地上，无法起身。沈清堂冲着剩下的8人勾了勾手指，我说过了，你们一起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但莫叶还是狠狠地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挑战台的选择不可更改。就在莫叶担忧的这段时间，台上的7个人全都朝着沈清堂围了过去，独独剩下一个光着上半身坐在挑战台旁。沈清堂知道这个男人就是斗兽场最厉害的人血狼。就在他思索的这段时间，7人的攻击从4面8方涌来，若是用常规的办法，沈清堂最多能对付4个人，但沈清堂就不是一个走寻常路的人。他从袖中放出飞虎爪，他拽着飞虎爪的绳子吊在了半空中，他的腾空而起让7个人的招数全都落了空，甚至因为惯性击打在了同伴身上。台下众人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个女人方才呀，肯定是做了什么手段才能赢过那2个人。嘿，如今做不了手脚就想逃啦？可斗兽场都是不死不休的，要么他倒下，要么上面的几只兽倒下，不然就算他跳下擂台，战局也不会结束。台上的沈清堂将众人的议论都听在耳朵里，他给了小石一个眼神，这赚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这下不但能将方才的入场票钱赢回来，还能赚得金钵满盆。小石看到他的眼神，哼，
你们别瞧不起女人，我就觉得她能赢。来观看斗兽表演的不乏江湖女子，她们在江湖上也是被男人瞧不上的。如今看到台上的沈清堂有机会赢一把，她们自然是支持的。就是你们这么能说，也没见你们打败斗兽场的人，最少上面的妹妹敢上台，你们敢吗？依我看，台上那姐妹说不定能出奇制胜。不服赌一场，我做庄家，赌斗兽场的男人赢。我下注100两，赌台上的姊妹赢。小石抬头看向了台上的沈清堂，询问他要下注多少银子。沈清堂回了小诗一个笃定的眼神，示意小诗将手中的银子全都放出去下注。1万两，我赌女人赢。你确定下注1万两银子？等会儿输了反悔，我可不会将钱还给你啊！哼，你等会儿能赔钱就行，可不要将裤衩子卖了，都凑不够1万两呢。男人被小诗气得够呛，但他却没有时间跟小诗斗嘴，因为此时的擂台上响起了砰砰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台上，只看到他飞快踢动了几下，几个被踢中的男人就没有还击之力了。男人们都一脸懵，这一脚就解决了。好，妹妹打得好。你们别高兴得太早，血狼还没有出手呢。要知道，血狼可是能以一敌10，是在厮杀场中唯一活下来的人。据说血狼的实力早已经超过了斗兽场的所有人，不过是因为身体原因才会一直被困在斗兽场。点个订阅吧。血狼缓缓起身，他一步步朝沈清堂走去。沈清堂继续放出了银针，可没想到银针还没碰到他，就被他身体自带的罡风击飞了。哼，事不过三，这点把戏你还想用几次？不愧是斗兽场第一强者，不过你早早就看穿了我的招数，为何不提醒你的同伴们呢？除非你也希望他们死。血狼立刻发出攻击，纵然沈清堂躲得飞快，但他的掌风还是震得他的5脏6腑深深疼痛。难道你不想要离开这儿吗？只要我赢了，我就可以带走你们所有人。血狼冷笑一声，他当然明白这个女人的意思，但他的实力摆在明面上，那幕后的人很清楚，一旦他有一丁点放水，那人就会立刻要了他的命。只因为他身上有剧毒，每日都必须服用解药，所以他并没有听从沈清堂的话，放松一丁点的攻击。沈清堂知道血狼不敢轻易相信他，毕竟这可是关系着性命的事儿。但就在他跟血狼对话的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分析出了他身上的毒，同时从空间里散出了药粉。血狼吸入药粉，胸口一疼，不就是毒吗？我帮你解开，敢不敢反？他这一拳头没有加重他胸口的疼痛，反而还让他一直沉积在胸口的毒素流动了起来。他明显能感觉到毒素少了一些，他握着拳头暗暗思考。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喽。同时伴随着他的攻击，他的拳头再次击打在血狼的胸口处，血狼胸口处的毒素流动消散的速度越来越快。我跟你干！说着他故意放水，被击得倒地。想造反，那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活着从这里走出去了。去，准备包围。男人一声令下，斗兽场的人都动了起来，而此时的擂台上只剩下了沈清堂一个人。我赢了，我要整个斗兽场的人。负责登记的男人直接噌的一下站了起来。这拿来吧，这么好1万看两，点个绝订阅吧。不背叛！收拾场地，拆掉斗兽场。人进化这么多年，成为高级动物，重新回到野兽时代，哼，当真是可笑。所有人听到这话都握紧了拳头，他们当野兽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准备一间房，我会将墨白带过来，你们两兄弟就负责重置暗杀阁，需要的人手和财力我这里都能想办法。多谢姑娘大恩。沈清堂转头看向血狼，你愿意留下来就帮我训练人手，说是不愿意就离开。他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就这样放他离开。沈清堂没有理会血狼的震惊，而是查看了一番空间里的墨白情况。在空间的西药治疗和灵泉水辅助之下，他的身体机能已经恢复了很多，可以处理他的内伤了。而这时莫叶已经安排好了一间安全的房间，沈清堂直接将人挪到了房间里，开始用银针给他处理内伤。而此时的小诗已经带着救兵来到了斗兽场附近，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他们再次遇到
到了方才做庄家欠钱不还的男人。又是这个无赖，若不是担心小姐的安危，不想在你们身上浪费时间，高低将你们欠我们小姐的5000两银子要回来。话音刚落，他前方的黑影一闪而过。哎呦啊，疼！小诗定睛一看，发现盛其寒正用脚踩在男人的脑袋上。哎呀，大侠饶命啊！小的做错什么事了吗？哎呀，小的给您磕头，您别杀小的呀！盛其寒没有跟他多说一句话，而是一掌击在他的胸口，他胸前荷包里的东西全部洒落。盛其寒用上内力一吸，所有钱袋子都落在了他手中。他将钱袋子扔给小诗后，便再次用内力驱动着轮椅往斗兽场里走。小诗惊喜地将钱袋子里的银子和银票掏了出来，他大概数了一下，已经超过5000两银子了，只多不少。他看着盛其寒的背影，连连点头。摄政王一听是小姐的银子，立马就动手抢回来了。果然是小姐最坚实的同盟啊！小诗快步跟上盛其寒的脚步，跟在暗处的若影瞪大了眼睛。王爷的一举一动怎么越来越奇怪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盛其寒刚进入斗兽场就被人拦了下来，拦他的人正是选择留下的血狼。他的名声太过响亮，断腿的特征十分明显，所以血狼第一眼就认出了他。摄政王找谁？盛其寒眼眸微眯，他扫视了一圈四周，并没有发现沈清堂的身影，手中的内力已经蓄势待发了。正在这时，一道娇俏的声音响起：王爷怎么来了？他没有回应。小姐，是奴婢担心您出事，特意请王爷前来，还有这银子是王爷帮忙抢回来的。既然来了，那就顺路压一压你身体里的毒吧。至于这银子，算你的诊疗费。毒素的分析结果还没有出来，盛其寒的毒依旧会时不时的发作。明日就是中秋宴，他没有时间给他治疗，原本打算今晚去找他一次的，如今他来了，倒是给他省了不少的事儿。盛其寒淡定的嗯了一声，便推动轮椅跟上了沈清堂的脚步。他们两人来到了一间刚收拾出来的干净房间。上来。上来不是治疗吗？怎么这么奇怪？王爷跟沈姑娘玩的可真刺激。若影，你听我一句劝，早抱沈姑娘的大腿，这样啊对你有好处。我只忠于王爷一个人。切，呆子，等沈姑娘成了王妃，她跟王爷就是一家人，到时候她也是你的主子，她的命令就是王爷的命令。不可能，你别胡说。且不说沈清堂身上还有跟太子的婚约，就是王爷的性子和身世，绝对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沈清堂的婚约是姜唐用命换来的，死者为大。皇帝曾放言，没有人可以破坏这桩婚事，这婚约不可能改变。只要想，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按照咱们家王爷的本事，他想拿到的，用尽一切办法都能拿到，就是抢也要抢过来，没有人能够阻挡。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王爷应该不会这么疯狂吧？而此时房间里的两人确实是在上演疯狂的一幕。盛其寒按照沈清堂的话躺在了床铺之上，但这一次沈清堂没有扒开他的衣裳扎银针，而是用力推动他的后腰，让他背对着他。这个动作让盛其寒十分没有安全感。点个订阅吧。你要做什么？沈清堂伸出纤长的手指挑开他的长袍，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他的腰带松松垮垮的挂在腰间。盛其寒察觉到他的动作，身体紧绷了起来，同时扭动身体准备起身，但他发现他除了脑袋还能动之外，四肢都无法活动，只能侧着脖子看着沈清堂的动作。只见他解开他的腰带后，不紧不慢地将他的外裤连着蟹裤一起往下扒，紧实的腰部肌肉和一小半臀部全都暴露在眼前。沈清堂，快停下来！正常治疗罢了，不必紧张。哦，对了，先提醒你一声，你的双腿残废，还不确定是小腿亦或者是大腿有问题。下次详细诊断的时候，需要把裤子全脱了。你做好心理准备。盛其寒一脸懵，全脱光指的是连最后的遮羞也要脱吗？然而还不等他回过神来，一股酒味传来，他感觉皮肤一凉，
凉，紧跟着一根尖锐的针头扎进了他的臀部。只见沈清堂动作飞快地将一管药水推进了他的身体，随后又拽着他的手臂抽出几管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对于大夫来说，没有什么男女之分，你们光着身子跟案板上的猪没有什么区别。他一边说着，一边将盛其寒的血丢进了空间里的仪器分析。虽然他的毒分析出来就能推断出盛其寒身上的毒，但用他的血也跟着检验一番会更加的保险。他随后将一颗药丸塞进了他嘴里。你身体里面的剧毒可以压制3天，前提是不能碰女人，不然毒发就不单单是给你屁股来一针了。说完，沈清堂甚至还上手捏了捏他腰间的肌肉。药水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就是你的肌肉绷得太紧，等会儿呢可能会有些疼痛，不过休息1-2个时辰也就差不多了。说完，沈清堂便走了出去。盛其寒一阵沉默，他第一次被一个女人这样上下其手，而且他还无法反抗。重点是他表现得那么淡然，好像他的身体对他没有一点诱惑力，当真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如同待宰的猪。这么好看，点个订盛其阅吧。寒屁股刚接触到轮椅，他就倒吸了一口凉气。门外的若风看到这一幕，沈小姐真猛，王爷都坐不下了，下次王爷还是在上面吧，不然呢，这屁股可就遭老罪了。若风的声音很小，但这话还是没有逃过盛其寒的耳朵。滚回去加练10天。是王爷。他心想，他都说的这么小声了，王爷那方面不太行，这耳朵倒是挺好的。若影默默推着盛其寒往外走，经过斗兽场时，看到莫叶正在忙活着重建暗杀阁的事儿。盛其寒挥手示意若影停下，他盯着莫叶看了一会儿，找人跟他对接。王爷指的是天机楼。若影心下大惊，天机楼是主子耗费多年心血建立的集暗杀情报拍卖于一体的江湖第一组织。江湖上多少人想攀上天机楼，但全都被主子拒绝了，甚至没有人知道天机楼的主人是谁。如今主子竟然要跟沈清堂的暗杀阁合作，若影有些看不明白了。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盛其寒便推动轮椅离开了斗兽场。沈清堂敢将暗杀阁的一切坦诚不公地告诉他，这样的爽快和大胆，让他也可以无所畏惧地让天机楼给出帮助。他眼眸微眯地盯着沈清堂离去的方向，这个女人还会给他带来多少惊喜呢？另一头的沈清堂并不知道盛其寒给出的帮助，他在夜幕降临时来到了大理寺卿赵继国的府上。久等了，赵伯父。唐丫头，你是为了江家的案子来的吧？江家当年的案子是您审理的吧？一开始呢是我审理的，但后面牵连太广了，所以是皇上亲自审理的这桩案子。我相信江太傅的人品断然是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来的，可人证物证都指向了他，物证早已经被销毁，除非找到售卖书画的那个东瀛人，不然根本就没办法翻案。翻案的唯一希望在人证身上。重点就是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我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如今就差跟他们见面而已。点个订阅吧。你是想让我带他们来跟你见面？可这……赵伯父放心，他们只是来你府上吃一顿饭，不小心醉酒了，不会有任何异常的。好，那我稍后试试能不能将他们约来府上吃夜宵。多谢赵伯父。虽然没有大理寺卿，他也能去找到这2个人，但要躲过层层护卫进行逼问会麻烦得多。有
有赵继国的身份在此，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拿到口供，而且等到翻案的时候，赵继国就是个有力的证人，只要有证据帮江家翻案就是顷刻间的事儿。赵继国很快便联络了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但只有吏部尚书答应前来。他有些遗憾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沈清堂。唐丫头，一个人够了吗？沈清堂一边准备给赵继国治疗心急的东西，一边回应：够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一丘之貉，审问一个，另外一个必然是同样的回答。说话间，他将银针扎在了赵继国的心脏附近。很快，银针治疗完毕。吏部尚书张民的儿子牵扯到了一宗杀人案中，这案子如今是我在审理，所以……沈清堂恍然大悟，赵继国作为审理官，在这个时候是不应该跟罪犯家属见面的，但为了他还是这样做了。这份情，沈清堂深深地记住了。唐丫头，别多想，我跟老姜共事多年，我也希望他们一家能够沉冤得雪。如今姜家有你，让我看到了希望，所以这点事儿不算什么。正在这时，老爷，吏部尚书已经安排到正厅了。赵继国立马走到正厅跟张明见面，而沈清堂则是在侧殿静静地看着两个人。赵大人，听闻你今日晕倒了，如今身体可好些了？赵继国嗯了一声，顺手给他倒了一杯酒水。张明见状，立马将一个檀木盒子递上。赵大人，这是下官的一点见面礼，犬子那事儿。赵继国没有收下他的银子，只是用眼神示意他吃菜。张明一时间有些弄不明白赵继国的意思，但他还是按照赵继国的意思吃着桌上的饭菜。赵继国看到他的动作，继续给他倒酒。先吃饱再说。张明一听，连连夹菜吃，但他也猜到赵继国的意思了，恐怕是嫌这点钱少了，故意摆架子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死老头，前几日找你还装什么两袖清风和刚正不阿，分明就是个贪得无厌的老东西。张明一杯接一杯，喝下的酒也越来越多。没一会儿，眼前的景象就有些模糊了。赵大人，你怎么有两个头啊？赵继国没有理会他，而是直接看向了门外的沈清堂。可以了吗？沈清堂走进屋内，将一根银针扎进了张明的脑袋里。唐丫头，他醉成这个样子，还能问出东西吗？试试就知道了。说着，沈清堂开始审问张明。姜太傅收受贿赂，篡改科考成绩一事是怎么回事？姜仁海跟东瀛勾结，需要大量的钱财，正巧有人找他篡改成绩，他便收下那人的银子，将试卷上的名字和得分更改了。姜仁海一共收了10个人的银子，估计有3000万两白银。沈清堂低头看着盛其涵给他的情报，一字不差呢。他再次拿出一根银针扎进张明的脑袋里。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了。他的表情突然变得痛苦起来。沈清堂再次抛出了同样的问题。张明青筋暴起的在地上翻滚。姜仁海抓到我收受贿赂的把柄，那老东西一定让我将所有的银子都还回去，不然他就会跟皇上告发我，所以我只能送他去死了。那些书画都是我们这些门生送给他的，我们早早在里面动了手脚。畜生，老姜待你们不薄，你们竟然如此陷害他。沈清堂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在他看到那2份证据时已经猜到了，如今需要的就是口供罢了。他一边听张明供述犯罪过程，一边用纸笔将他的口供记录了下来。写完
之后，他将纸放在张明的手边，用匕首将他的手掌划破，在纸上按压了一个血手印。虽然他按了手印，但他若说是被逼的，恐怕无妨，我会找到物证和新的人证，让他无法抵赖。点个说着订阅吧。他抬脚踩在张明的脑袋上。那些书画在哪儿买的？聚宝阁。物证马上就有了。赵伯父，你劝说张大人莫要做违法乱纪的事。张大人感激之下送了你银子，你收下之后捐给了穷苦百姓。心胸宽广，还得是你呀！趁着天还没亮，他得立马去聚宝阁找政务。吏部尚书在大理寺卿府上醉得不省人事，而此时的沈清堂飞速赶到了聚宝阁。若是能在这里找到物证，再加上赵府弄到的口供，明日的中秋宴会就是一个最好的翻案机会，同时也是他跟盛玉解除婚约的关键。正在这时，他的身旁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既然你选择留下来当我的人，那我可就不客气的使唤你了。我想要聚宝阁的账本。巧了，我也想要聚宝阁的东西。聚宝阁的现任阁主是我弟弟，聚宝阁本该是属于我的，只不过他弄了些手段，将我困在了斗兽场。这么说来，你对聚宝阁应该很熟悉。我们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两人达成一致后，血狼直接带着沈清堂从附近小巷中的暗道进入了聚宝阁。血狼扫视了聚宝阁内部一眼，随后给沈清堂比了一个手势，意思是20个守卫全都由他来对付。沈清堂去聚宝阁内部开锁拿账本，而此时的沈清堂已经飞速来到了聚宝阁的阁主室。与此同时，一颗信号弹冲破天际，沈清堂知道这是通知聚宝阁阁主的信号，他的动作得加快一些了。不远处的地上摆放着一个1人高的宝箱，木质的箱子用铁水封了起来，说要打开上电锯，但沈清堂可不会浪费时间，他直接将目光所及的东西全都收进空间里，等回去他再用电锯一个一个的打开。确定阁主室空无一物之后，他立马闪身离开。血狼握着长刀穿梭在人群中。哎呦，是大哥回来了呀！从他的称呼，沈清堂知道他应当就是血狼的 baby 二弟。点个订秦老，阅吧。我回来取你狗命！你的毒还没解，就敢回来找我的麻烦，谁给你的勇气呀？话音刚落，我给的。聚宝阁本就属于血狼，不服的来跟我讲道理啊！血狼盯着沈清堂看了许久，这个女人做事真不是一般的雷厉风行啊！他还没死呢，你慢慢折磨他。这是你的同款毒药，解药呢？先给他吃毒药。血狼听令，将毒药全都倒进了秦朗的嘴里。毒药刚吃下去没一会儿，他就捂着胸膛在地上翻滚。当着他的面吃解药，让他干瞪眼的看着，馋死他。血狼冷漠的脸上出现浅淡的笑容，这一招真狠呐！还好他明智的跟了他，不然以后肯定要倒大霉的。血狼将解药吃下，轻松的看着秦朗痛苦，而聚宝阁中的人呆傻的站着，不敢继续动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知道血狼的身份，阁中一部分旧人还是愿意跟随血狼的。既然没有人要跟我讲道理，那我就先走一步喽。直到天亮，沈清堂才回到丞相府，但他依旧不能入睡。他举着电锯在空间里一阵电光火石的开锯，滋滋的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宝箱终于打开了。沈清堂没有猜错，里面果然有聚宝阁的账本。然而让他惊讶的是，宝箱里竟然还有好几幅字画。他缓缓将字画打开，樱花海面图，落款是东瀛画家。他眼眸微眯，如此神秘的封锁起来，只能说明这里藏着不能见人的秘密。他伸出手摸了摸画纸，摸到中间部分时，发现中间有夹层。沈清堂小心翼翼地将画作拆开，果不其然，里面有一份通敌叛国的信件，笔迹跟姜太傅的一模一样。他握着信件，脸上满是笑容。不用进行
笔迹鉴定，他也能猜到这信肯定是张明或其他门生模仿姜太傅写出来的。证物有了，口供拿到了，秦朗这个人证也已经到位了，明日一定能帮姜家翻案。只是竟然没有跟沈明义相关的东西，他隐藏的真是够深的。整理好所有东西，沈清堂拆下面巾，看了看脸上的伤疤。经过连续3天的治疗，狰狞的疤痕已经消失。这张脸终于在女娲那儿续上 VIP 了，勉强能够对得起读者。他带着满意的笑，短暂的眯了一会儿，天便大亮了。翌日，小诗端着洗脸水走进屋内。小姐昨夜肯定没休息好，等会儿咱们自己坐一辆马车，不跟讨人厌的二小姐挤一块儿，这样小姐就能好好休息一会儿了。小诗一边嘀咕，一边靠近沈清堂，看清他的脸时，倒也没有美的让你站不稳吧。小姐，你的脸恢复了。小姐，你岂止是美到让奴婢站不稳，那是直接美到奴婢浑身颤抖，口吐白沫呀。二小姐自诩是京城4大美人，现在跟小姐比起来，她就是狗屎。小姐美得这么过分，让京城的其他女人们怎么活呀？你这张嘴啊，真是越来越会说了。给我梳妆吧。小诗点了点头，立马给沈清堂梳洗打扮。小姐今日想要哪种发髻？凌云髻、十字髻？越张扬越好。今日我是去战斗的，首先得要从气势上将他们压倒，就连衣角和头发丝都要带着杀气。小姐说的没错，咱们从前唯唯诺诺的，进宫总是被人欺负，今日就要强势找回场子。小姐才不是柔柔弱弱的小白花，而是咬下他们肉的食人花。只不过小姐变得这么漂亮，白白让太子那癞蛤蟆捡了便宜。小姐，太子真的不是您的良配。从前我脑子不清醒，如今换你不清醒了。谁说我还喜欢太子？小姐醒过来的这几日都没有提太子，奴婢以为您是伤心他跟二小姐的事。整日将烂人挂在嘴边太晦气。我伤心他没死还差不多，他要是死了，我得找个舞龙舞狮队敲锣打鼓的欢送他，再给他唱一首好日子。小姐，你能想明白真是太好了，只是小姐跟太子有婚约，恐怕很难退。不用担心，实在退不掉，那我就只能英年丧夫，坐拥太子府的所有财产，包养10个8个的小官，成为最年轻的寡妇喽。小姐，这主意也不错，只不过奴婢觉得沾上太子名号都是侮辱小姐。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哇，小姐，今日您穿上这裙子，肯定能拿到第一美人的称号。每年中秋都会票选出京城4大美人呢，今年的4大美人位置要变一变了。我才不参加无聊的选美大赛。若是奴婢告诉小姐，第一美人不光能得到称号，还能得到值钱的奖励呢。有奖励，那也不是不可以参加。主仆2人穿戴整齐走出丞相府，门口已经等候着一辆马车了。他看马车外的装饰就知道，这辆马车是等着接沈清幽的。看来我在府上的威慑力还不够呢。府上大部分都是文媚的人，就算小姐在厨房闹了那么一通，他们也不会长记性，见得嘞。小诗给沈清堂撩开门帘，他顺利上了马车。走吧。大小姐，二小姐还没来呢。进宫不积极，她脑袋有问题。本小姐给你3息时间考虑一下。大小姐，这……他心想，从前大小姐才是被抛下的那一个，而且这马车可是专门为二小姐准备的。她若是离开，这可怎么交代呀？还不等他思考明白，3，他直接伸出脚，将马夫从马车上踹了下去。啰啰嗦嗦的，本小姐自己敢吃。哎呦！还不等他站起来呢，沈清堂一抽马屁股，马车飞奔而去。这也没数到3呢，大小姐耍无赖啊！正在这时，沈清幽和文媚走了出来。马车呢？大小姐先乘马车进宫了，奴才拦不住啊。再去找一辆马车，抄近道拦下沈清堂。本小姐要让京中的人
人都知道他的恶行。马夫听令，立马去后院找了一辆新的马车前来。悠悠，沈清堂实在是怪异，我们还是进宫再对付他吧，不然我担心出事啊。文妹接连被沈清堂整治了2次，心里已经有阴影了。不过是命大没死透罢了，你怕他做什么？文妹见劝说不动，只能默默上了马车。马夫抄近道，很快便在宫门口将沈清堂拦了下来。大姐姐着急见太子殿下，独自赶车前来，实在太过危险。还好我紧跟着来了，若是马车失控，亦或者是出了其他事情，妹妹这心里啊，真是过意不去。这么好看，点个沈订阅吧。清幽轻描淡写的便将沈清堂花痴太子扔下他独自进宫的消息说了出来。此时宫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官家女眷，沈清幽的话将众人的目光全都吸引了过来，嘀嘀咕咕的私语声响起，全都是谴责沈清堂的。既然过意不去，那就弥补我1000两银子吧。大姐姐扔下我独自进宫，我好生担心，结果我还要给大姐姐银子。大姐姐你这真是有些不讲理了。不想给银子你逼逼赖赖什么过意不去啊？不讲理，那我倒是要给你好好讲讲你磨磨蹭蹭耽误进宫时辰的道理了。沈清堂3句话便将沈清幽的阴阳怪气兑了回去。沈清幽袖中的拳头攥得紧紧的，沈清堂这个贱人竟然学聪明了。若是从前，这贱人肯定会辱骂且动手，一旦他动手，所有的过错都在他的身上，一件件累积起来，太子、皇上、皇后、太后，整个宫中的人都会十分厌恶沈清堂。他气恼了一会儿，在看到沈清堂脸上的面巾时平复了情绪，反正不管沈清堂怎么穿，那张脸都是一样的丑。姐姐今日如此美丽，那妹妹晚来些也足够了。这话便将他的晚来说成了故意成全沈清堂，让他出够风头。你实在是太聒噪了，我不想再听到一句，不然你看我抽不抽你就完了。说完，沈清堂带着小诗往宫门入口走。沈清幽面上尴尬地抽了抽，随后默默跟着沈清堂往里走。现在先让你猖狂，稍后进宫开始计划，你会哭着求饶。这次的中秋宴地址设在了御花园。沈清堂进入御花园后，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因为他对这群莺莺燕燕的话题并不感兴趣，他只等着皇帝和其他几位主角前来，拿出所有证据帮江家翻案。而此时的沈清幽一进入御花园，变成了众人焦点。点个订阅吧。清幽啊，看到你如今这模样，我算是明白了一句话：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的美丽啊，就连蝴蝶也为之倾倒呢。蕾蕾，这夸赞太重了，我承受不起。兴许只是蝴蝶喜欢我身上的香粉味道罢了。清幽，你就别谦虚了，这御花园中的女眷都抹了香粉的，怎么蝴蝶就贴着你呢？热闹都是他们的，我只觉得吵闹。他扫视了御花园一周，远处的一棵松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既然这么喜欢热闹，那就彻底造起来吧。他从空间里拿出一把弹弓，将弹丸塞进弹夹中后，他用力拉动橡皮筋，咻的一声，弹丸飞速射到远处的松树上，弹丸击中了松叶中的马蜂窝。小姐，我们要不要躲一下？这马蜂会不会蛰我们啊？放心，马蜂不会随便蛰人，一般只蛰浑身骚气的人，谁在那儿发骚就蛰谁呗。小诗转头一看，被众人围在中间享受夸赞的沈清幽，不就是正在发骚的那个人吗？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手慢无。果不其然，一群马蜂，它们扇动翅膀找寻了好一会儿，最终锁定了目标，直直朝人群中的沈清幽飞了过去。
沈清幽狼狈躲闪之下，重重的跌坐在地。正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从对面的男宾席飞来，他一掌内力击中马蜂群，马蜂嗡嗡的消散。沈清幽总算是得救了，他趴在男人的怀中，哭得梨花带雨。太子殿下，还好有你，若不然，悠悠今天恐怕要毁容了。别怕，姑永远在。二妹妹好本事，不光能够招蜂引蝶，连恶心人的苍蝇都能引来。哎，小诗，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呢？你若来时，苍蝇自来。哦，没错，就是这句。他心想，这两个奇葩前几日才狗咬狗打的一嘴毛，今天又和好如初，腻腻歪歪，他只能不尊重、辱骂，并让他们锁死。点个订阅吧。这就是你勾引姑的新把戏吗？别白费劲了，姑永远不会对你动心。沈清堂低头捂着胸口，众人见状都摇了摇头。他们暗想，沈清堂也是个可怜人呐，他如今肯定是伤心了。太子不喜欢他，处处不给他留面子，甚至当着他的面跟其他女人亲昵。好臭啊！哎，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屁味？差点把我昨天的隔夜饭都给臭出来。没教养的泼妇，姑一定会跟你解除婚约，你别用尽法子引起姑的注意。沈清堂眉头紧锁，他有的时候真的挺好奇的，某些男人为什么那么普通又自信呢？正在这时，一个老嬷嬷走进御花园中。见过大小姐，太后娘娘许久不见你，甚是想念，请您去慈宁宫一趟。沈清堂挑眉，按照记忆，太后是个极其重礼数的老太婆，所以最是讨厌她这个即将过门的孙媳妇儿。如今叫她去，必然是没安好心眼儿。不过，与其在这里看圣玉这个油腻男跟沈清幽腻歪，他宁愿去慈宁宫跟老太婆 battle。所以他点头，跟着老嬷嬷朝慈宁宫走去。两人来到慈宁宫门前，老嬷嬷走进殿内，禀报了一番，随后一脸愁容地走了出来。沈大小姐，真是不巧了，太后娘娘刚刚睡下，劳烦你在宫殿外等一等。说完，老嬷嬷便回到内殿伺候。睡觉才吩咐人叫他来就睡着了，安眠药也没有这么快吧，下马威还差不多。沈清堂直接张嘴就开始唱。雾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潭，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沈清堂就不信有人能够在凤凰传奇的音乐声下睡着，更何况本就是装睡的太后了。容嬷嬷，沈清堂在发什么疯？太后娘娘，沈大小姐在唱歌呢，哀家不过让她在外面等了几息时间，她竟然就坐不住了。这样的女人如何能当太子妃？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唱的是什么聒噪之歌？奴婢不知。哀家倒要听听是什么歌。第一遍。什么山外山？第二遍。还挺好听。第三遍。雾蒙山连着山外山，容嬷嬷将人叫进来。得到通行令的沈清堂凤凰传奇 YYDS 走进殿内。沈清堂，你吵醒哀家可知错呀？啊，太后娘娘真的睡着了吗？不应该啊，您睡着还叫我来，这不是有病吗？说不然我去给您找个太医看看脑子，还是说太后娘娘您是故意针对我？你太后被气得够呛。哎，太后娘娘别误会啊，我这呢只是正常的猜想而已。哀家身体不适，所以这才小气了一会儿。你吵醒哀家，在宫中用你我来称呼，哪有大家闺秀的模样？去抄写20遍女德，不抄完不准离开慈宁宫。雾蒙山连着山外山。太后仿佛被触发了灵魂技能，顺其自然地接了一句：月光洒下了香水潭。太后娘娘歌词儿记得还挺清楚的。
的，这不像是被吵醒，反而像是坐着听。看来臣女没有吵醒您呢。哀家让你抄，你抄便是，哪来这么多话？手疼，不抄。大胆！你以为这公主是你能放肆的地方？容嬷嬷去掌嘴。我的小姐，这宫中跟丞相府可不一样，太子妃的身份能压得住老爷，却压不住太后呀。跟太后作对，肯定是要吃苦头的。就在容嬷嬷即将靠近沈清堂时，太后栽倒在地，容嬷嬷顾不得掌嘴，快请太医。等太医来，太后已经凉透了。你知道怎么救太后？知道。那你快救人呐！若是太后出了事，你吃不了兜着走。这个时候还威胁我，容嬷嬷是怎么想的？莫不是不想救太后？你容嬷嬷看着太后越来越惨白的脸色，点个订阅吧。沈大小姐，奴婢求你救救太后。沈清堂迈着步子缓缓靠近太后，他从袖中拿出一根银针扎进太后的耳后，随后猛地敲击了一下太后的脑袋。他敲打的声音极大，容嬷嬷甚至怀疑他是故意公报私仇，但没想到他这一下敲打让太后的脸上渐渐恢复了红润。没一会儿，太后转醒，虽然她方才昏迷了，但听觉还是正常的。你好大的架子，若容嬷嬷不求你，你是不是要看着哀家去死？臣女提醒太后娘娘一句，您的病症只有臣女能治疗，不信您就试试。话音刚落，一个老太医提着药箱急匆匆地赶到，他立马给太后诊断，可这一把脉直接将他吓得跪倒在地。禀太后，您的身体……温太医，哀家的身体到底如何？血气双亏，忽发血瘀呀。简单来说，就是太后娘娘脑袋里有血块，如若血块冲破血管，随时是会死亡。温太医听到这话，跪在地上浑身发抖。哎呀，小祖宗，你疯了吗？虽然这是事实，但你这样说出来，我们两人性命不保呀。太后见温太医不说话，便知道沈清堂方才说的是真的。你当真能治好哀家？你的医术是从何方？波斯奇人。太后听完暗暗思索了一番，沈清堂一直都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如今突然会医术诊断，看来那波斯奇人确实是有本事的。只要你能治好哀家的病症，哀家可以给你丰厚的赏赐。不，我要解除跟圣玉的婚约。什么？你确定？从前沈清堂如何痴迷圣玉是全京城都知道的事儿，正因为太子有这样一个离谱的太子妃，他才会多番针对沈清堂。没想到他如今竟然要退婚。点个订阅吧。这婚约是皇帝定下的，哀家只能劝说，无法决定。够了。还有啊，以后进宫别总是给我提规矩这回事儿。哦，对了，你这次的诊疗费记得给啊，到时间治疗呢，我自会进宫的。说完，沈清堂便往外走。太后绷着脸没有说话。太后，这沈清堂也太贪心了，哀家的命还比不上这些身外之物。不是，是奴婢说错了话。这边的容嬷嬷惊慌失措，而另一边的沈清堂一脸轻松。好运来，我们好运来。小姐，为何您这么嚣张？太后还答应了你的条件。小诗百思不得其解，按照太后的诠释，就算是杀了小姐，也没有人敢治罪啊。一来是太后的命握在了我手中，二来是我主动提出退婚，以后不是她的孙媳妇儿，她懒得管我。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她知道我是个硬骨头，她来硬的我只会更硬。虽然咱们没有权势，但该硬的时候就得硬，一昧的当软蛋就会失去主动权。小诗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沈清堂回到御花园时，沈清幽看到沈清堂出现，恨得牙
痒痒。他转身问文妹：“都安排好了吗？”“全都准备妥当了。”“沈清堂这一次死定了。”宴会即将开始，男宾女眷们找到自己的位置落座。太监的传唱声响起来：“皇上、皇后、太后娘娘驾到！众卿平身，今日是中秋家宴，无需多礼，谢主隆恩。”选美比赛就要开始了，他嗑瓜子儿看好戏了。果不其然，众人落座没多久，皇后便开口道：“又到了选4大美人的日子，可有哪位女子愿意上台开场表演一番，让这御花园热闹起来？若是从前，沈清幽必然不会放过这个出风头的好机会，但今日他被马蜂叮咬的疼痛难忍，无法上台表演。不过他可不会放弃这个整治沈清堂的绝佳好机会。”“皇后娘娘，大姐姐今日穿的可是千娇百媚的镇店之宝，大姐姐是有备而来，若是舞上一曲，必然能艳惊四座。”“点个二妹妹订阅吧。”纤纤玉手都能弹奏出美妙动听的乐曲，如今手膨胀了这么多倍，肯定是好听加倍。二妹妹对于开场可以重拳出击，莫要拉踩我了，谁不知道我是个草包，琴棋书画没一样能够上得了台面的。皇后从没见过这样厚颜无耻之人，竟然毫不羞愧地承认自己是个草包。一想到这样的人是她未来儿媳妇，她更是如鲠在喉。罢了，那就请清幽来弹奏开场曲吧。沈清堂眼眸带着坏笑：“弹吧，弹完手就废喽。”清脆的琴声在御花园中响起，琴声时而低沉，时而高昂，将众人的情绪带动得极好。伴随着最后一声琴音落下，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清幽弹得一手好琴，不像某人。哎，皇后此言差矣啊，臣女还是会一样乐器的。哦，你会什么？臣女的退堂鼓打得很好啊。皇后沉默了，默默在心中骂了一句草包后，开场已经结束了，正式开始比选今年的4大美人吧。今年的比选一共3场，第1场才艺，第2场即兴吟诗作赋，第3场便是评判容貌。在场的诸位都是评判官，一人一票，得到票数最多的4人便是今年的4大美人，票数第1的便是第1美人。今年的赏赐可是一块封地呢。所有人听到这话都激动了起来。沈清堂听到这话挑了挑眉，若是能拿到一块封地，扩建暗杀阁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沈清堂活动了一下，也跟着上了台。沈清堂是不是疯了？他一个草包上去凑什么热闹？他能有什么才艺？他会对诗，就他那张脸就直接断了这个可能。哼，沈清堂要是能赢，我就跳茅房吃屎。记住你说的话哦，等会儿一定要大吃一惊啊！王成被他这句话噎了一下，但他傲娇地扬起下巴。他心想，且不说沈清堂根本不可能赢，就算真的能赢，他还能逼着他吃屎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同质化的表演太多，让台下的观众们就有些乏味了。这样柔柔的曲子已经是第4遍了，听得我都想睡觉了。哎呀，有没有刺激一些的表演呀？来了来了，沈清堂上场了。原本困倦的众人看到沈清堂上场，立马来了劲儿。沈清堂真的要打退堂鼓啊？我瞧着这好像是战鼓呀，沈清堂若是敲不好，恐怕要被治罪呢。毕竟这可是战场上的重要东西。沈清堂在众人的目光中扬起了鼓槌，砰砰的沉闷声响起。战鼓是振奋士气的，沈清堂敲得这么小声，将士们上了战场还能赢吗？是啊，他这是在侮辱战鼓。没瞧皇上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吗？此时皇帝确实是眉头紧锁的盯着沈清堂，他不明白那样厉害的一个人为何会生出沈清堂这样的女儿。
若不是沈清堂是个长得丑的草包，说不定他会将人安排进后宫，再加上姜唐相求，所以他便将人指给太子了。就在皇帝胡思乱想的这段时间里，沈清堂手中的鼓锤敲击的声音越来越大，鼓声密集高亢，将人转瞬间带入到了激烈的厮杀中。马蹄难去人北望，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覆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和。好，唱得好！哎呀，第一名！哎呀，沈清堂这哪里是退堂鼓啊，这分明是进击的大鼓啊！听着这个音乐，老子瞬间想扛起枪上战场，将敌人都杀光光。最终，沈清堂以高票成功晋级第2轮的诗词歌赋比试。皇帝开口出了上联：元日、元月、元中秋。你们按照这个模式来接下联，接不上来的便算输。美酒美解美佳节。皇帝点了点头，对沈清幽的速度和下联都很满意。对下联越到后面越难，毕竟能说出的好词都让前面的人说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沈清堂。骗吃骗喝骗感情，众人一脸问号。大姐姐，这话是可以说的吗？为什么不可以啊？这不是跟皇上的模板一样吗？你就说对上了没？皇上只要求能对上来一样的模板，可没有要求是优美的诗句，所以沈清堂这还真是算对上了。家和家兴，家团圆。哎呀，好词啊！防火防盗防绿茶。沈清幽的沉默震耳欲聋，最终在沈清堂对出拉屎拉尿拉裤兜这一句话后，打住！沈清堂，皇上还未分出胜负呢。第2轮你们2人打了个平局，直接进入第3轮吧。是，皇上。他轻撩一下耳边的碎发，终于到了最后1轮了。只要沈清堂将脸上的面纱摘下，这一轮的胜负便能定了。这样看来还是沈家2小姐最漂亮。看来这第1美人的位置是沈2小姐的了。为了让进入决赛能以最好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皇后特许他们去御花园旁边的偏殿补涂脂粉更换衣裳。沈清堂也跟着走了出去。小诗小声问：小姐，这衣裳如此漂亮，你真的要将它换下来吗？有这衣裳，稍后还能为小姐增色不少。换一套方便一点的。好，那奴婢帮小姐换衣裳。漂亮的人就是穿麻袋都能拿第一，难道你对我的容貌没有信心？当然有信心，小姐是奴婢见过最漂亮的人，比夫人还要漂亮。夫人的眼睛很小，但小姐的眼睛又大又亮，小姐集齐了夫人和老爷的所有优点。沈清堂听完挑了挑眉，没有说话。小诗检查了衣柜、床底各个角落，确定没人之后才给她换衣裳。沈清堂有些惊讶，按理说沈清幽不是应该给她下点药，再派几个人来侮辱她，让她在宫中失贞，可这房间里什么都没有，怪，实在是奇怪。正在他疑惑时，一个7、8岁的小屁孩从外面冲了进来。皇子的小黑不见了，是不是在你的房里？好几个奴才也跟着他的身后闯入，但好在沈清堂已经换好了衣服，所以并未被人看到隐私。沈清堂知道眼前这人是皇帝最小的儿子九皇子盛子北，是宫中出了名的小霸王，所以他整理了一下腰便往外走了。离开前，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盛子北。沈清幽仅仅是想让他换衣服时被九皇子带着奴才看光这么简单吗？他做事都喜欢留一手，所以他朝盛子北的后背弹出一颗药丸，回到了御花园中。唯有沈清堂穿着一身普通的白袍，戴着面纱。沈清堂竟然将能加分的衣裳换下来了。
看来当真是破罐子破摔了呀。你是要将面纱取下来，还是直接弃权？沈清堂没有立刻揭下面纱，而是一脸笑意地看着台下的大理寺卿。面纱未揭，结果未定。我倒是觉得沈大小姐容貌极佳，说不定能拿第1名。众人低头偷笑。沈清堂在千娇百媚门口救了赵继国的事情已经传开了，所以众人都当他是因为救命之恩才帮沈清堂说话。赵继国听到众人的笑声，不慌不忙地说：今日是中秋团圆日，我讨个好彩头，出6000两银子做庄，赌沈大小姐能拿第1。这还用看吗？肯定是沈二小姐拿第1啊！我下注500两银子。万一沈清堂的脸真的恢复了呢？若不然，他为什么敢参加？拜托，沈清堂就是个疯子，他打退堂鼓和对屎尿屁诗词都敢，还有什么是他不敢的？而且他一直都用面纱遮丑，若是变漂亮了，按照他张扬的性子，那可不得摘下面纱需要个3天3夜。有道理啊，我还是下注沈清幽吧。于是众人纷纷下注沈清幽，一场小型赌局悄然开始。沈清堂看下注结束，才缓缓揭开面纱，面纱轻飘飘地落下，紧跟着所有人看清沈清堂的脸，全部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精致无可挑剔。一旁的沈清幽脚步踉跄了几下，险些站不稳。这怎么可能呢？沈清堂变漂亮了，那太子。他转头看向盛玉，果不其然，他正目光灼灼地盯着沈清堂。沈清幽看到盛玉的反应，暗暗握紧了拳头，还好今日就能弄死沈清堂。而皇帝则是眼冒光芒地盯着沈清堂，像太像了。他恢复真容后更像那个男人了。同时皇帝眼睛里闪过一丝后悔，他若早知道沈清堂如此漂亮，他便不将人指给太子了，而是留着自己享用。如今婚约已定，他再反悔，不免让人非议昏庸好色。朕宣布本次比试的第1名沈清堂。多谢皇上赏赐。皇帝嘴角抽动，嘿，这小妮子是在提醒他该给赏赐了。朕将岭南城封地赐给你，日后你就是岭南城主。可还有想要的赏赐啊？朕今日都可以赏赐给你。他径直来到了赵继国身旁。当然还有想要的东西。唐丫头，这些都是你赢的。沈清堂毫不客气地将银子收下，随后转头看向了坐在赵继国身旁的礼部尚书张民。这沈大小姐看着我做什么呀？难不成你要的赏赐在我身上？就在你身上。这让张民有些疑惑了。你想要吏部尚书府的什么东西啊？朕做主买下来送给你。要他的狗命。说时迟，那时快，沈清堂直接将张民踹倒在地，全场大惊。沈清堂，你在做什么？他拖着张民来到皇帝面前。张民陷害江家满门，害得臣女外祖一家家破人亡，臣女没有当场杀了他，已经是看在皇上的面子上了。下官当年大义灭亲，告发江太傅，所言句句属实啊。江太傅一案已经结案，沈清堂，你如今旧事重提，可有证据？若是没有证据，在宫中闹事，朕定不会轻饶。当年的案子是皇帝亲自处理的，如今沈清堂提出质疑，就是在指责他冤枉了好人。作为皇帝，他怎么可能有错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臣女一向都是个讲道理的人，敢动手打吏部尚书，自然是有证据，这是张大人亲口供认的口供。张明看到那张血手印儿，瞬间反应了过来。赵继国联合沈清堂一起算计他，但赵继国收了他的银子，有一个贪污受贿的罪名，就算他今日逃不过，赵继国收了他的钱也别想逃，要死一起死，还不等他开口说话。皇上，张民的儿子张德胜犯下了杀人罪，被老臣羁押在了大理寺。张民
多番请求老臣找人顶罪放过张德胜。老臣昨夜特意邀约张民进府一聚，希望他不要继续干扰老臣办案。可没想到老臣嘴皮子都说破了，这张民依旧是冥顽不灵，还送了老臣1箱银子。老臣惶恐万分，自然是不敢收贿赂。但张民当时已经醉酒，老臣担心跟他起争执，老臣这羸弱的身体可受不了，所以只能将银子暂且收下。第2日一早，老臣就将银子送到了京兆尹的府上，让他将银子分发给京中的穷苦百姓，这样也算是物尽其用了。那一夜，张民见老臣收下银子，高兴地喝了几杯，迷糊之下就说出了姜太傅一案的真相。老臣立马写下了口供，让他画押。皇帝早就听京兆福音禀报过得了1箱银子救助百姓的事儿，再加上赵继国向来刚正不阿，所以皇帝对他的话很信任。工人将口供呈上，皇帝看了一遍，张民陷害忠良一事，你可认罪？臣不认，臣是冤枉的，醉酒之话岂能当真啊？而且臣醉的不省人事，压根儿就不知道赵继国写了什么内容，他拽着臣的手画押，这口供怎么能作书呀？沈清堂拍了拍手，小诗便带着秦朗走进了御花园。小姐，聚宝阁老板秦朗带到。沈清堂转头看了一眼秦朗，如今他的脸色看似正常，实则正在经受毒药的折磨。张明看到了秦朗，瞬间慌了，但转念一想，那些书画都是他让旁人去买的，他压根儿没有经手那些东西，就算秦朗来了也不能成为证据。来，将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当年姜太傅被查出通敌叛国的书画都是从我的聚宝阁卖出去的，我可以证明那些书画没有夹层，但被5个陌生男子买走之后便多了夹层书信。我借口拿错了书画，从他们手中偷梁换柱换了一幅画回来，那时里面已经有了书信，账本和书画我都有保存。张明浑身一抖，他万没想到秦朗竟然偷梁换柱留下了证据。不过书信里的字并不是他模仿出来的，所以他直接矢口否认。哎呦，臣冤枉呀！那些书画从聚宝阁卖出后，不知转手了多少人，臣拿到时压根儿不知道里面的东西啊，说不定是旁人想借刀杀人呢。若不然，皇上可以将书画里的信件拿出来比对一番，看看是不是臣的笔迹呀。哦，不是张大人的笔迹，那就写出来瞧瞧呗。皇帝听到这话，立马让人准备笔墨纸砚给张明。张明按照正常的写字习惯写出一排排文字。沈清堂拿出书画夹层打开，随后将里面信件展开。一模一样呢。他将2张纸展现在众人的面前，众人一看，上面的字迹笔锋果真是一模一样。这不可能啊！里面应该是姜太傅的笔记，怎么可能是我的呀？我从未说过里面的信件是什么，你怎知道是姜太傅的笔记？除非你就是谋划之人。张明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他被沈清堂这个贱人炸了，还不等他找借口狡辩。皇上，这些都是在姜府旧址找到的东西，这就是张明伙同左都御史陷害臣女外公的原因。皇帝看着呈上的证据，眉头紧锁，人证、物证、口供都齐全了。姜太傅一家确实是被冤枉的。沈清堂识相的给皇帝一个台阶。皇上，满朝文武都被张明欺骗了，您日理万机自然是不得而知。如今真相大白，您还姜家一个公道，相信姜家亡魂亦能安息。大胆！张民，你蒙蔽朕，陷害忠良，让姜太傅含冤而终。来人呐，将张民拖出去斩了！左都御史和相关人员收押大牢，调查清楚之后立即处死，立刻建立陵墓，重新安葬姜太傅和姜家忠烈。被流放的人用最好的待遇召回京城，赐府邸良田，朕一定会尽全力弥补姜家。臣女替姜家满门，谢过皇上。人都死了，做这些表面功夫有什么用？流放之苦，岂是你的一点赏赐就能弥补的？点个音乐吧。清堂啊，是朕对不住姜家，张民已经处理了，你还有什么想做的，尽管说出来，朕一定答应你。当然有，臣女跟太子殿下相看两相厌，相信死去的母亲也不想看到臣女如此，所以臣女恳请皇上解除这门亲事。太子殿下中意臣女的二妹，皇上尽可成全他们。此话一出，众人
人都有些错愕地看着沈清堂。曾经花痴太子到极点的他，竟然要主动解除婚约。太子也愣在原地好一会儿，他暗暗握紧了拳头，这又是沈清堂的欲擒故纵吧？他从前能做出爬上他床榻之事，无论他怎么羞辱驱赶，都像只苍蝇一样粘着他，怎么可能突然不爱慕他了？朕知道你对太子有些意见，但这门亲事是你娘亲属意的，朕答应过他，无论如何太子妃之位都是你的。距离你跟太子成婚也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宫中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你放心，朕日后一定会叮嘱太子对你上心些。强扭的瓜不甜，臣女已经心死，请皇上解除婚约。皇后听到这话，心中一阵欢喜，她早看不惯沈清堂这个草包儿媳妇了，能解除婚约真是太好了。皇上，清堂不愿意，就算嫁给太子也不会幸福的，还是给清堂另谋良配吧。皇帝，小辈们的事情就让他们自个儿定，你放他们自由吧。皇帝听到众人的劝说，脸色十分难看。若是不能将沈清堂绑在宫中，他怎么能利用他引出那个人？不行，这桩婚事绝对不能断。阿玉啊，你可愿退婚？盛玉无法接受从前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沈清堂突然冷冰冰地对待他。父皇，清堂恼怒儿臣跟清幽的事，所以才耍小性子要解除婚约，儿臣会跟清堂解释清楚的。父皇金口玉言定下的婚约，江家刚刚翻案便解除，难免让人非议父皇是担心江家回来争权，而且清堂早就跟儿臣有了肌肤之亲，所以朕本就有愧于江家，怎么能让江家再次寒心呢？左不过宫中的各项仪式已经准备好了，清堂跟太子明日立即完婚。盛玉那好色之徒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不意外，但皇帝……沈清堂眼眸微眯地打量着他，他这么想将他跟盛玉绑在一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摔个狗吃屎也算是肌肤之亲了？臣女上次不过是一不小心用脚将太子殿下绊倒，太子殿下用不着如此诋毁臣女的清誉吧？何况二妹妹已经怀有太子之子2个多月了，臣女何必惊扰了他们一家3口的幸福呢？至于江家，皇上再多赏这些财宝，自然不会有人非议。什么？怀孕？皇上让温太医诊脉一番，便知真假。快传温太医。因为太后身体抱恙，所以温太医一直候在御花园。听到命令，他立马上前诊治。沈二小姐，劳烦您伸手，臣给您诊脉。沈清幽手心渗出了汗水，心里极其慌乱。她怀孕这事儿只有她和太子知道，就连文妹她也没说。沈清堂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不行，她可以以其他方式进入太子府，但绝不是这样的方式。一旦未婚先孕嫁给太子，她的名声全毁了。正在她这样想着，御花园外传来了惊呼声。死人了！快来人呐！救皇子被刺客毒杀了！沈清幽听到这惊呼声，暗暗兴奋了一下。太好了，来的正是时候。工人的喊叫将众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去。最激动的便是淑妃，她有些踉跄地朝御花园外跑去。贝贝，本宫的贝贝！众人全都围到了御花园外的小道上，温太医也立马冲上前检查九皇子的身体。此时的九皇子脸色发白，小小的唇瓣上满是乌青，嘴角流下毒血。温太医把完脉，颤抖着缩回了手。温太医，贝贝到底怎么样了？淑妃娘娘，九皇子已经断气了，毒入心肺，实在是无力回天呀！不可能，本宫的贝贝不会有事。贝贝，你醒过来看看母妃啊！查，给朕查，朕倒要看看是谁胆子这么大，竟敢在宫中下毒，还是毒害皇嗣？朕当朕死了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皇上，九皇子的毒应当是1刻钟之前所中，这毒药的发作时间卡得极好，刚好1刻钟毒发。1刻钟之前，子北去了哪里？回皇上，九皇子1刻钟之前在跟爱犬小黑玩耍，但小黑突然不见踪迹，九皇子便在御花园附近搜寻，正巧碰到沈大小姐在偏殿换衣裳，紧跟着九皇子便回到御花园吃宴席，直到方才准备去茅房便倒下了。是不是你给贝贝下的毒？他只有8岁，你怎么能下得去手？不是我，可是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你。哦，那也不是。淑妃娘娘，九皇子进屋时，我家小姐已经换好衣裳了，所以压根就没有看到什么。小姐没有跟九皇子多说，直接离开了殿内，参加第3轮的比试。而且我家小姐的性子，娘娘您是知道的。若是真的记恨九皇子，哪里会等1刻钟，肯定直接就动手了。淑妃冷静下来，盯着沈清堂看了好一会儿。确实，沈清堂从前在京中打架斗殴的事儿可没少做，他从来不记仇，因为一般有仇他当面就打人了。淑妃娘娘，这药的毒性极强，一旦沾染到必然会中毒，所以只要去检查一下去换衣服的几人，就知道谁是下毒的凶手了。快给本宫检查，查出凶手，本宫要将他千刀万剐。宫人和侍卫立即在宫内四处搜索，很快便找到了一件带毒的衣裳。淑妃娘娘，找到了，这衣裳是沈清堂换下来的。真的是他下的毒，好歹毒的心呐！怪不得他会将镇店之宝换下来，原来是下毒的时候沾到了。淑妃朝沈清堂走了过去。贱人！娘娘着什么急啊？我的衣裳换在侧殿那么久，将毒扔在我的衣裳上陷害我，这不是很容易的吗？何况九皇子好动，他在前面跑，宫人在后面追，他是不是真的只遇到我一个人，也未可知。沈清堂死死钳着淑妃的手，让她动弹不得。点个如此巧舌如簧会狡辩，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你方才帮江家翻案时，证据不是很多吗？你若拿不出证据，本宫定将你五马分尸。证据当然有。他一边说，一边走到九皇子的尸体旁。他盯着九皇子看了许久，没有说话。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这一幕。沈清幽眼尾带着不易察觉的笑，人证物证俱在，沈清堂死定了。九皇子到底有没有见过旁人？被谁下的毒？我相信他本人最清楚。贝贝已经死了，就算他知道凶手是谁，也没办法说出来。他真是含冤而终啊！娘娘节，大姐姐，你在府上砍杀下人就算了，怎么进了宫还如此暴力？仅仅因为九皇子冲撞了你，他只是个8岁的孩子而已。你的证据在哪里？再拿不出证据来，可别怪朕不念情。证据不就在这儿吗？九皇子还没死，你们鬼哭狼嚎什么？你确定贝贝没死啊？在旁人手中是死了，在我这儿没有。淑妃有些疑惑地看着他，闭嘴就等着就好。而跪在一旁的温太医满头冷汗，他暗暗在心里嘀咕：哎呦喂，这小祖宗是来砸我的饭碗的吧？小祖宗再搁宫里待几天，我恐怕要被赶出太医院了。就在温太医胡思乱想的这段时间里，沈清堂指尖隐藏的银针一根根地插进九皇子的身体里，随后他转头对不远处的侍卫招了招手。侍卫犹豫了一下，但见皇帝没有阻止，便听令地走到沈清堂的身旁。沈大小姐有何吩咐？沈大小姐！沈清堂抢过长刀后，将九皇子的手腕划破，黑红色的血从他身体里流出。有内力吗？用你的内力注入九皇子身体里。侍卫顿了顿，沈清堂抬腿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上。快点！救人的关键时刻你还在拖拖拉拉。侍卫挨了一脚，见没有人为他发声，只能默默地用内力注入九皇子的身体。他心想，九皇
皇子身体里的血哗哗的流，再加内力催动，这不是要让九皇子血流而亡吗？但皇上和淑妃都没有阻止，他也不敢废话。太弱了，你这点内力根本不够，来个内力强横的人。让本王来。若影将他推到沈清堂身边，他立马放出强大的内力注入九皇子的身体，九皇子身体里的血以极快的速度流失，是方才那侍卫的2倍。沈清堂眼眸亮了亮，还是得盛其寒呐。不过他在外人面前应该是病弱残亡的形象，他这样确定不会暴露吗？够了。盛其寒听令停止输入内力，不过停下来的一瞬间，他猛地吐出一口血。王爷。沈清堂看到这一幕，嘴角抽了抽，这演技比他还要厉害，不给他搬一个小金人都有些不合适啊。这是我师父给的疗伤圣药，王爷快些吃下。盛其寒没有接下他的药，一旁的温太医立马上前检查了一遍。王爷，这药没问题，您的身体本就虚弱，放出这么多的内力，哪里能承受得了啊？赶紧吃下这药丸，缓解一下。盛其寒听完，这才接过药服下，而此时的沈清堂正将补血的药一股脑地塞进九皇子的嘴里，同时帮他处理好了手腕处的伤。他刚刚包扎好伤口，九皇子因为疼痛睁开了迷茫的眼。贝贝，母妃在这儿。母妃，我好疼。贝贝，母妃给你吹吹就不疼了。你快些告诉母妃，方才你在御花园外遇见了谁？除了沈清堂之外的其他人，还有一个老女人，她撞了我一下，就急匆匆的跑开了。之后我就感觉全身疼痛，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贝贝，看看那个老女人有没有在这里。盛子北的眼神从一群女眷身上扫过，被扫视到的文媚双腿发颤，手心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沈清幽立马给他一个眼神，让他不要慌乱。没有，既然不是宾客，那就是宫中的人了。将御花园附近的工人全部都带过来，再指认一番，下毒嫁祸在我身上，我来教教他死字怎么写。还不等皇帝吩咐，盛其寒拍了拍手，若风便带着一个老嬷嬷到了御花园。本王方才进宫时看到这老奴婢鬼鬼祟祟的从御花园出来，小九，你看看是不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盛其寒给了若风一个眼神，若风立马一脚踹在了老嬷嬷的后脊骨上，老嬷嬷趴在地上，露出了有些发黑的手指。王爷，他的手上沾了毒药，马上就会死。话音刚落，老嬷嬷嘴角便流出了黑血。文媚看到老嬷嬷倒地，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来。将尸体扔到乱葬岗，彻查宫中，务必要查出幕后真凶。等等，还有何事？沈清堂走进老嬷嬷，让他指证幕后凶手。众人大惊，死人指证凶手，这不是诈尸吗？但沈清堂方才能救活已经被宣告死亡的九皇子，这让老嬷嬷重新开口说话，似乎也不是不可能。沈清堂指尖捏着一根银针，缓缓将银针刺进老嬷嬷的耳后。我知道你是被逼迫的，接下来我会说出真凶的名字，说我说对了，你就动弹一下。凶手是姬蕾。老嬷嬷的尸体没有任何动静，看来不是姬蕾，是文媚。话音刚落，老嬷嬷的尸体噌的一下坐了起来，这动静旁边的人吓得够呛。沈清幽是不是也参与其中？哐当，老嬷嬷的手猛地抬起又落下，她手指的方向恰好就是沈清幽和文媚所在的方向。指认完凶手，沈清堂将银针取了出来，老嬷嬷的尸体回归平静。皇上，幕后真凶已经被指认。下毒谋害九皇子，你们好大的胆子！文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上，皇上，是贵人乱立之说，岂可当真？臣女跟大姐姐本就有恩怨，她医术了得，所以这结果臣女不认。沈清堂眼眸微眯，不得不说沈清幽继承了沈明义的算计脑子，他一步步逼近文媚，他知道今日的突破口就在文媚身上。听说人死后对谁的怨念最大，就会在半夜爬上他的床，将他勒死在床上，然后霸占他的身体，取
取而代之。你别瞎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方才那老嬷嬷右腿有伤，说她真的来找你啊。你的右腿……他故意只说了一半的话，剩下的就让文妹自己细品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沈清幽拉扯着文妹起身，但文妹的右腿没有力气，根本无法站立。想到沈清堂刚才说的话，她惊恐地趴在地上。不要来找我！不要来！你收了我的银子，这都是你活该的！还真是你，皇上，您尽可定夺。皇帝眼眸阴沉地扫视着沈清幽和文妹，眼中带着嗜血的杀意。皇上，臣女对此毫不知情，没想到母亲糊涂之下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皇上，清堂叛逆，多番忤逆，贱内是一时气糊涂了，才会用这样的方法。臣管教无方，请皇上治罪。文妹杖毙，沈明义、沈清幽杖责30。臣知错令罚。沈清幽则是低着头纠结着，但若硬生生接下这30棍，他腹中的胎儿一定保不住。可说出来，他的名声和太子妃之位。就在他纠结时，皇上，淑芬娘娘，九皇子是臣女救下的，而犯错的又是臣女的家人，所以臣女恳请您二位能让臣女来行刑。好，就让你大北北狠狠地出一口恶气。好，那就由你来动手。文妹这个要杖毙的人，自然被侍卫拖出御花园行刑。沈大人，把你的屁股亮出来吧。沈明义用眼神警告他，你最好轻一点，不然回府之后我可不会放过你。沈清堂看到他的眼神，直接翻了个白眼儿。动作快点，天已经黑了，不要耽误大家回家休息。沈清堂搓了搓手，高高扬起棍子，砰的一声，直接打在了沈明义的屁股上。砰砰的击打声在御花园中响起，突然他停了下来。我刚才打了多少下来着？我有些记不清了。属下也不记得了。今日是中秋，要十全十美，团团圆圆，不如就从10个开始算吧。你这主意不错。于是沈清堂继续扬起手中的棍子，开始数数。11、12。趴在地上的沈明义剧烈挣扎着，是20啊！方才分明已经打到20下了，你们算错了。他原本还以为惩罚终于要结束了，可没想到这两人整了这么一出。但他的哀嚎和挣扎并没有任何用，沈清堂依旧继续扬起棍子。25、26。还差4下，一切就能结束了。可没想到沈清堂数到28时，多少来着？好像是18还是8？属下的耳朵不太好，没听到呢。88就是发，从8开始吧。于是他继续从头开始数。沈明义哪里不知道这两人就是故意的，照这种打板子的方式，他迟早得死在宫里。于是他伸出手跟皇帝求救，甚至还比出了一个28的手势来提醒众人。怎么，你还想要比划比划？来，我教你比划。他恶狠狠地看着沈清堂，他回去一定要弄死他，而且要在江家人回来之前，最好是能将江家人一起解决了。还不等他继续谋划，砰，又是一棍子。但这一棍子不是敲打在屁股上，而是直接敲打在他的脑袋上。狗脑袋在谋划什么东西呢？敲烂你的狗头。沈清堂扛着棍子继续靠近沈清幽。二妹妹，到你了，你猜你跟沈明义谁能扛的棍子更多呢？沈清堂在逼她承认怀孕之时，脑袋飞速运转着，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沈清堂可不会给他多余的时间，手中的棍子已经高高的举起，在棍子即将落到他身上时，你不能打我！你说不能打就不能打，你算是哪颗小白菜？我还了太子的孩子！哟，这可是皇孙呢，打不得呀，打不得。温太医不用皇帝吩咐，立马上前诊脉。这一次他甚至没有给沈清幽反抗的机会，用手帕做格挡，抓着他的手腕把脉。他一番诊治后，回皇上，确实如同沈大小姐所说那般，沈二小姐已经怀孕2月了。皇上，臣女跟太子殿下情投意合，一时情难自抑，臣女自知
侄做了放荡之事，请皇上责罚。只是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你肚子里的可是金疙瘩，谁敢责罚你啊？你说这些漂亮话糊弄皇上，臊不臊得慌？原本一番进退有度的求情，在沈清堂的阴阳怪气之下，变成了要挟糊弄，所以皇帝脸色十分难看。如今这种情况，他若是还不解除婚约，那当真是说不过去了，而且说不一定会引起旁人的警觉。沈清堂亲生父亲之事，越少人知道越好。至于沈清堂困在宫中之事，只能另谋计划了。太子跟沈清堂的婚约作罢，你做出来的事情自个儿处理干净，全部都散了吧。说完，皇帝恼怒地离去。皇后最终在离开前，阿月，你的身份不是寻常男子，你收拾细软，找个时间搬进东宫住。说完也大步离开，甚至没有搀扶跪倒在地的沈清幽。沈清幽怔神地愣在原地。太子这意思是让他做妾？哟，太子妾室这是怎么了？你腹中的可是皇嗣呢，坐在地上万一小产了怎么办？我忘了，妾都是操命，在府上要伺候侧妃和主子，身体可没有那么娇贵呢。小姐说的极是，妾就跟奴才一样。文妹好歹还是个续弦记事，没想到到二妹妹这里直接变成了妾室。我只见过越爬越高的，还没见过降级打击的。沈清堂，你以为你比我好到哪里去？你一个被退婚的女人，没有男人会愿意要你。不，你说错了，婚是我主动退的，太子才是被我扔掉的垃圾。二妹妹好端端的，怎么会在垃圾堆里找男人呢？沈清又被气得说不出话，但沈清堂却没有继续跟他斗嘴。皇公子留步。沈大小姐找我有事儿吗？你方才说什么？忘了？一句玩笑话而已，相信沈大小姐应该不会跟我较真儿吧？真不巧，我是个较真儿的人。你刚才说，若是我能拿第一，你就跳进茅房吃屎。哎呦，沈大小姐，我为我的口出狂言道歉，您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计较了吧。道歉有用，要官府干什么？我没记错的话，你曾经可没少嘲讽过我吧？这……皇城还想多说什么，一道身影闪过，他的身体直接腾空而起。若风3下5除2，将人扔进目的地后回来禀报：沈小姐，皇城已经扔进茅坑了，他如今人如其名，黄澄澄的。沈清堂沉默了，倒也不必这么会用形容词吧。多谢王爷出手。他知道，虽然若风性子跳脱，但没有盛其寒的命令，他也不会动手。不必，本王只是讨厌聒噪之人。时辰不早了。王爷早些回去休息吧。说完，他便准备离宫，但盛其寒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沈清堂听到这个声音，转过头，见他面色苍白，沈清堂就知道他不是装的，他立马上前给他把脉。你这脉搏乱的能弹奏一曲，男儿当自强了，不是让你别碰女人吗？你破戒了，就这么几天你都忍不了吗？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不会有前途的。沈大小姐，王爷没有做那档子事，只是王爷近日遭到追杀，又被人下了毒，方才用内力帮九皇子催毒，让自己身体里的毒流动得更快了。若风心想，沈大小姐可是他看中的未来王妃啊，坚决不能让他跟王爷产生误会。抱歉，误会你了。不过你这是杀人爹妈还是抢人媳妇儿了？身体里的毒已经很凶猛变态，现在又来给你下了一种毒。他一边说，一边推着盛其寒的轮椅往太医院走。他如今的情况已经坚持不到出宫了，所以只能去太医院处理一下。他推着盛其寒来到太医院，温太医立马积极的给他们准备了房间。沈大小姐，王爷这边请，这是专门的治疗室，药材和各种工具都很齐全。准备热水、天秤草、红袖粉。他噼里啪啦的念了一堆药材，温太医一边听一边将药材准备到位。他心道，这可是个偷师学艺的好机会啊，坚决不能错过。温太医将所有药材准备好，拿到了他手边。沈大小姐，药材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要怎么做？沈清堂点点头，随后毫不犹豫扯开了盛其寒的衣裳，他光洁的肌肤暴露在眼前。沈清堂毫不客气地伸出手抓着他的胸肌，他左按按右戳戳，将他的胸膛摸了个遍。虽然毒发，但还有意识的盛其寒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正在专心检查的沈清堂身体
体惯性之下，直接扑向他的胸膛，微红的唇瓣附在他的胸膛之上，温润柔软的触感让盛其寒浑身一紧。沈清堂麻溜的从他身上爬起来，哎，你拉我做什么？想阴闹是不是？等会儿呢，我一刀给你嘎了。他一边说一边瞟向他双腿间，这要嘎的地方是哪里？不言而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哎呀，沈小姐，这毒接触到你又有了变化呀，看这样子恐怕是变成了魅毒啊。沈清堂眉头微蹙起来，他方才按压他的胸膛是在封锁毒素，可没想到触碰到他身上还未清除干净的毒素又再次结合变成了魅毒。忍着别动，忍不住。那我帮你。说着他的手游走到了他的腰侧，一旁的温太医瞪大了眼睛，这是他不花钱就能看的吗？沈小姐，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哎呀，沈小姐真是医中模范呐！为了帮摄政王压制魅毒，竟然亲自动手。不必，摄政王很快的。温太医一脸懵，这么直接，这是可以说的吗？盛其寒太阳穴抽搐了几下，这次的魅毒实在是太猛烈了，克制力一向极好的他竟然失控了。王爷怎么还激动了呢？腰间的突然疼痛将盛其寒拉回神儿，他侧着脑袋一看，发现2根比手指还长的银针扎进了他的身体里。这针我一般不用，但是你身体里的毒太猛了，所以只能用大招。沈小姐，这真是给母猪打催产针用的，已经消过毒了。母猪？挨了母猪针的盛其寒慢慢镇定了下来。你的腿应该跟身体里的毒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现在要做最基础的检查，疼或者是其他异样你就吱一声，把我等会的诊疗全部都记录下来，方便后期比对和治疗。温太医立马拿着纸笔开始记录。左大腿肌肉反应正常，温太医默默记录。右大腿肌肉反应迟缓，有旧伤，小腹肌肉活动正常，不是活动剧烈，刚才已经用猛药给你压制魅毒了，你这怎么用？你这身体素质真够好的，除了你的肾脏穴位泄阳气，你还能顶得住？哎呀，不是说战王失去生育能力了吗？这分明是雄风大振呐！沈清堂没有多做停留，直接继续按压盛其寒的膝盖骨。膝盖骨完整，但有些肿大，不排除毒素停滞或者淤血堵塞的可能。沈清堂说完之后，并没有听到温太医的纸笔记录声音，他皱眉看向温太医，点个订阅吧。看来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生育能力跟是否进行房事并不冲突。比如摄政王，他身体强壮，可以宠幸10个8个女人，但他的机能可能已经不具备孕育子嗣的条件。是，我知道。沈小姐，您继续检查。我已经记录完毕了。突然他感觉到了一股冷气，低头一看，发现盛其寒闭着眼睛，整个人散发出冷然的气息。沈清堂憋笑，至于病人的感受，他只能尽量顾及了。手移动到了小腿，一捏小腿，他的脸色瞬间变了。毒素淤血沉积，经脉腿骨断裂，肌肉萎缩，这就是盛其寒站不起来的原因了。他这双腿就是放在现代治疗，也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手术。紧跟着，他脱下了盛其寒脚上的长靴。本王只有小腿有问题，不需要脱下靴子。被他扒了衣裳，手把手检查着腿部，已经够难堪了。若是再让他摸他的脚，他在他面前当真是没有任何隐私了。怎么，你有脚气，怕传染给我？这才只是检查腿脚而已，说你以后想孕育子嗣，还要检查其他地方呢。盛其寒沉默了，沈清堂利落地将他把鞋袜脱下，他伸手按压他的脚趾。盛其寒绷着脸憋笑，他现在只觉得羞耻，他除了那里，几乎将他身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摸遍了。脚掌没有问题，你不能站立的原因便是你的小腿。他擦了擦手，又将一瓶黑乎乎的药汁灌进了他的嘴里。这是化解你身体里躁动的毒的药汁。那能治好吗？我要再多观察一下。他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因为他清楚盛其寒的身体状况不能随
随便暴露，他并不知道温太医是谁的人，所以自然不能轻易将结果告诉他。哎呀，明白，徒儿见过师傅，以后徒儿一定努力让师傅满意。温太医知道沈清堂是不信任他，要好好考验一下他的人品和医术，他接下来就会用尽一身本事，让师傅在宫中顺风顺水。点个订阅吧。师傅，太医院前不久刚到了一批上等药材，用于摄政王的伤病救治，很合适啊。王爷的伤是为大圣朝征战留下的，皇上自然是支持的。你这老头会来事儿，以后在宫里就叫我名字，免得让人多想。好，以后啊，我就叫你一声唐丫头。沈温两家呢，本也是有些世家情谊的，这样更亲昵一些。温太医一边说，一边带着沈清堂往外走，独留下郑其涵躺在床上。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沈清堂的背影，这女人好手段呀，轻轻松松就收服了一个太医。太医在宫中的身份和职位便利，能收集到很多不为人知的消息，而且看温太医那狗腿的样子，恐怕太医院以后就是沈清堂的备用药房了。若影，暗卫若影出现在屋内，帮他整理衣裳和鞋袜，而若风则是识相的继续跟着沈清堂。他倒是跑得快。王爷，虽然若风是可靠的，不可能背叛你，但让他日日保护沈清堂，万一您这边遇到追杀，不如换一个普通的护卫前去啊。你这脑子呀，该跟若风好好学学。若影沉默了，若风那神经脑子，他跟若风学还能正常吗？王爷竟然将沈清堂的安危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就算沈清堂能解毒，也不至于吧？王爷真是越来越奇怪了。刚离去的若风听到这话，忍不住笑了。嘿，还得是小爷呀！摄政王病情严重，差点就去见阎罗王了，所以我用完这里的药材也很正常吧？温太医嘴角抽了抽，要用完这么多药材，那得是给老黄牛治病吧？但他不拆台。正常的很，只要唐丫头能塞到荷包里带走，那就没有问题。若是大包小包离宫呢，这肯定是要被发现的。你和小诗先出去吧，我会收拾的。两人默默点头离去。温太医暗暗琢磨着沈清堂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带走药材，他那古灵精怪的脑袋又能带走多少东西？沈清堂扫视了一圈药房，他发现房顶的角落蹲着一个人，他拿出弹弓，咻的一下射出，弹弓击中房顶上的人。门口给我望风，看什么看？哎呦！若风尴尬地揉着自己的脑袋，之前他都是远远地跟着沈清堂，这次他想近距离看看他到底怎么搜了东西。他分明没有内力呀，这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而沈清堂确定没有人之后，一挥手将药房里的药材全都搜进空间里了。他搜完所有药材后，一脸笑意地走出房门。小姐，您刚才找药材时，有侍卫来禀报，文妹说想见您一面。还没死呢，那就去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吧。沈清堂径直朝着行刑的地方走去，没一会儿他便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走近一看，发现文妹脸色惨白，只剩下半条命。沈大小姐，文妹方才一直嚷嚷您的名字，还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所以小的才派人去请您。多谢你们。这沈大小姐当真是变了，不但人变得好看了，得了皇上的喜爱，做事也越来越老道了。两个侍卫拿了银子，识相的往后退了几步，将空间留给沈清堂和文妹。你想说我娘的事？你娘，她不是病死的。中毒吗？文妹浑身颤抖了一下，沈清堂怎么什么都知道？你想用这个作为条件要挟我放过你？文妹沉默着没有说话，相当于默认了。我娘的毒不是你和沈明义一起谋划的吗？包括你这次用来毒杀九皇子的毒药，全都是沈明义准备的。你别胡乱猜测。因为我猜得太准了是吗？沈明义背后还是有人是不是？不然他那个蠢货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本事？放心，沈明义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你没有这
证据，不可以乱来。不可以乱来？我不一直都是个乱来的人吗？若不是你跟沈明义故意纵容，我也不会这么喜欢乱来呢。你们种下的恶果，那当然只能你们自己来承受了。我想让沈明义死，根本不需要证据。不过我会挖出他背后的人，再让他去死。有你这毒药，我很快就会查到背后的人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本来一切都只是猜测，看到你这反应，我应该全部都猜对了。不过以你的脑子，沈明义肯定不会告诉你幕后之人是谁，就像沈清幽坦然放弃你的性命一样。哦对了，你刚才被拖出去太早，不知道沈清幽得了什么位分。文媚目光灼灼地看着沈清堂。是妾，是太子侍妾，侍妾的生母毒杀九皇子，你觉得你还能活得下来吗？不，怎么可能？不可能是妾。秦幽，他知道他逃不过一死，但他想在死之前见清幽最后一面，这样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二妹妹躲着做什么？就算是妾也能见光的，不能见光的是偷人。哼，我忘了，你是个偷人的妾，不光丢脸，还见不得光。一句话刺痛了暗处的沈清幽。贱人！悠悠，二妹妹好狠的心啊，竟然不愿意来见生身母亲最后一面。不过也是，有一个下毒的母亲已经很丢脸了，若是偷摸来见面被太子和皇上知道，那日子啊只会更难过。沈清幽听到这话，直接转身离去。沈清堂说的没错，文媚是罪人，她跟罪人多接触，只会被怀疑上，想往上爬就更不容易了。如今她必须要跟文媚撇清关系。二妹妹慢走。悠悠，别喊了，他看重的是他前程，巴不得和你断绝关系。你今日不过是替这个白眼狼女儿顶了罪。文媚瞪着眼睛咽了气，死不瞑目。沈清堂耸了耸肩，淡然转身离开了。人已经死了，按照皇上的命令扔到乱葬岗去。两个侍卫立马领命照做。这一次他们看向沈清堂的眼神带着惊恐。虽然文媚受伤严重，但好歹还剩下半条小命，他这一来三言两语就直接将人气死了。他离开皇宫，坐上了回丞相府的马车，但马车刚进了一段路程，他便发现有人跟着他。沈清堂手中的银针朝着暗处飞射而去，银针射出后，一道身影从暗处现身，来到了马车前。沈清堂，你从前一直都在隐藏自己。滚！你从前都是他让沈清堂滚，可如今这情况竟然颠倒了。你闹够了没有？小诗，我们快走，跟智障待久了脑子会变得不正常的。你变漂亮了，所以等着姑主动讨好你，这样你才会跟姑在一起，是不是？姑知道从前对你的态度不好，你如今闹情绪也很正常，但是姑的耐心是有限，多番给你面子，你可别太得寸进尺。沈清堂袖中的毒药直接射出来，有病就去找兽医，我不会治疗疯狗。沈清堂拽着马绳直接离开，盛玉还想追，但突然他双腿一阵无力，跪倒在地。在暗处保护他的暗卫立马上前将他搀扶了起来。太子殿下，沈清堂那儿。暗卫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询问他是否要解决了他。带姑回宫。总有一天他会让他像从前一样跪在他的脚下。暗卫很快将圣玉带回了皇宫中的太子东宫，圣玉宣了太医前来诊治，来人正是温太医。他小心翼翼地给太子把脉，可这一把脉他就察觉到了一种熟悉感，再联想到今日发生的事情，瞬间就知道这毒是沈清堂给太子下的。姑身上的毒到底能不能治？能，只是这毒有些复杂。
了，恐怕需要好几日啊。盛玉听到这话，长松了一口气，能治就行。看来沈清堂并没有对他下死手。速速给姑治疗。是，老臣这就给您开方子。只是药会有些难吃，良药苦口利于病，还请太子殿下稍稍忍忍。去准备吧。他心想，不过就是苦汤药罢了，他从前又不是没吃过。但当温太医将药汁端上来时，他傻眼了。太子殿下，请服药。他低着头憋笑，他不能从治疗上动手脚，那就让太子喝点恶臭汤药，帮师傅报仇。太子忍着恶臭，一口喝下药汁儿，他差点当场吐出来。哎呀，不能吐！太子殿下若是吐了，身体里的疼痛就无法缓解了。盛玉听到这话，只能硬生生将药汁咽下。这药呢，只需要再服用5天就能解除所有毒素了。5天？没错，这样对太子殿下的身体是最好的。原本这毒1碗药就能治好，但他偏要让太子喝上5天，让他知道欺负师傅是要吃大苦头的。下去吧。温太医领命而去。翌日，沈清堂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小诗，府上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小姐，是大少爷回来了。沈清堂愣了愣，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这么一个人，文媚的大儿子沈野，如今恐怕是因为文媚之死回来的，所以他并不打算出去凑热闹，但热闹总会来找他。谁？清堂，是我，沈野。沈清堂听到这话，有些惊讶的挑挑眉。一来是他跟沈野关系不亲近，他根本不可能来找他；二来他可是弄死了他亲生母亲文媚，他不应该对他这么和颜悦色。虽然有些疑惑，但沈清堂还是示意小诗将房门打开，一个白衣少年郎出现在眼前。清堂妹妹不必太过于惊讶，佛寺也可以带发修行。我可以进清堂妹妹的房间吗？找我有事吗？我母亲犯下大错，被皇上处死，我这个做儿子的自然应该回来。我又是佛门中人，想超度母亲的亡魂，所以特来问问清堂妹妹，可否让灵堂多摆2天，等我超度完再下葬。沈清堂顿了顿，没有回应。他没想到沈野竟然是来征求他的同意的，而且言语极其平淡，对他没有一丝怨恨。但他的态度越好，沈清堂就越不信任他。这2日我要去岭南封地看看，我不会留在府中。你要超度也好，下葬也罢，都跟我没有关系。如今这府上管家的是沈明义，这些事你该问他去。好，清堂妹妹不恼怒就好。我知道母亲平日对你不好，还在宫中陷害你，如今要因为她在府上多耽误几天，所以自然是要过问你。沈清堂嗯了一声，便带着小诗往外走。2个人走出丞相府，换了一身打扮，去了斗兽场。刚进院子，一道疾风闪过，莫叶便出现了。见过主子，暗杀阁的重建正在井井有条的进行，如今已经扩招了300人。做得不错，情报网和资金链也要同时进行，可以跟血狼的聚宝阁联动。血狼已经在搜罗各方宝物进行售卖了，还有便是天阶楼那边派人来跟属下对接，希望能跟我们合作，他们的情报网和商铺都能跟我们共享。属下并没有立马答应，因为天机楼是江湖第1大组织，他们突然抛出橄榄枝，属下有些担心呢。天机楼突然给出帮助的友军，他心中已经有了猜测。既然有人愿意给帮助，那就接着。暗杀阁本就是百废待兴，正需要接力起飞。而且你也说了，天机楼是江湖第1大组织，暗杀阁如今只不过是个小喽啰，人家能图我们什么？图我们人手300-500，图我们老破小，还是图我们穷的抠脚？莫叶沉默了，话糙理不糙，天机阁的身份和地位确实没有必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来针对他们。
那属下这就去跟他们对接。哦，对了，主子，墨白已经醒了，暗杀至宝阁的事他知道的更清楚，会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主子。说罢便飞身闪出了斗兽场。沈清堂继续走进斗兽场内部，他进屋检查墨白的恢复情况。墨白看到他进屋，立马扭动着身体准备下床。不必多礼，你的伤还没恢复呢。多谢主子。早在沈清堂将他救出地牢的那一刻，他就认准了他是他以后唯一的主子。在得知他还救出了莫叶和暗杀阁的旧部，他更是下定决心要誓死追随他。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主子，您之前从属下身上拿走的玉佩可还在？自然是在的，当初为了引出莫叶，所以就借用了一下，现在可以还给你了。主子收着吧。沈明义一直想拿到的暗杀阁秘宝就在这块玉佩之中，他一直在逼问我，但却不知道这东西就在他的眼前。沈清堂盯着玉佩仔细看了看，透亮的白玉佩从表面上看不出异常，看上去很普通。他转身将玉佩对着阳光下照射，穿过玉佩后发生了巨变，原本透镜的玉佩里突然出现了一条条纹路，复杂的线条汇聚成一张如地图一般的东西。秘宝就在地图上的终点处，这块玉佩是用血淬炼而成，用血可以激发出不同的景象，属下从未试过，主子可以用血试一试。沈清堂眼眸微调，用血淬炼，这怎么跟他的空间手镯有些相似呢？但他还是按照墨白所说的，用刀划破手指，挤出一滴血落入玉佩中心，猩红的血在玉佩中心绽开，玉佩显出了一幅图腾，是龙纹图腾。沈清堂眼眸微睁，龙纹，这可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图案，难道暗杀阁的阁主跟皇室有关系？这玉佩不单单只有表面这一层。沈清堂点了点头，他感叹了一番古人巧夺天工的工艺，随后将被逼出来的血收集起来，扔进了空间中的仪器检测，因为他空间里正好有盛奇寒的血，若暗杀阁阁主是皇室中人，必然能跟他的对比上。暗杀阁的至宝在北部，但是你们怎么会来到南部的大圣朝？暗杀阁的总部本就在最北端，但阁主为了找亲人，走遍天南海北，最终在大圣朝查到一点消息，便带人来到了大圣朝建立了分部，可没想到被歹人暗害，下落不明，阁主失踪，再加上暗杀阁中出了一个叛徒，还有沈明义的算计，所以暗杀阁才变成如今这模样。点个订阅吧。那至宝是何东西？为何这么多人都想要得到？属下不知，里面的东西只有阁主才知道。不过据说是能以少胜多的宝贝，甚至可以直接取代一个国家。当然，财宝和金银可以说是富可敌国的程度，所以自然有许多人趋之若鹜。既然我接手了暗杀阁，那就一定会重振暗杀阁。至于失踪的阁主，我也会尽力找寻。墨白听到这番话，不顾身上还未痊愈的伤，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多谢主子。行了，事要一件件的做。暗杀阁基地的事情我会安排，至宝和阁主后面慢慢找，但叛徒必须要先解决了，不然一旦暗杀阁重新起事，他就像臭苍蝇一样来了。这叛徒便是如今的暗影阁阁主柳记，他背叛暗杀阁，带走了暗杀阁许多人手和财宝，他用这样的方式建立起了暗影阁。暗影阁的情报、暗杀、拍卖全都是按照从前暗杀阁的模式进行。血狼这几日筹备聚宝阁拍卖场，也遭到了暗影阁那边的针对，他知道我跟血狼的关系是故意而为之的。强盗抢走的东西，我会让他们10倍还回来。针对我的人，那就让他们赔得裤衩都不剩。柳记，我给他打成脆皮鸡柳，裹上面包糠下油锅，馋哭隔壁小孩。就是向来只有小姐抢别人东西的道理，旁人抢了小姐的东西，那就要付出代价，管他是鸡头也好，还是鸡屁股也好，到了小姐这儿，全部都咔咔咔的剁成鸡仔碎。墨白知道沈清堂的本事，他不由得开始期待柳记被整治的场景了。沈清堂让人将血狼叫了过来，他问道：聚宝阁的拍卖还差什么？聚宝阁内剩下的珍品不多，而且都比较普通，用作日常售卖是没有问题的，但用作拍卖无法吸引人，自然也无法打响新店的名号，所以我这几日一直在找可以惊艳四座的珍品。珍品我这里管够，去放消息，今晚就开始拍卖。这么快？今
日暗影阁那边也有拍卖，据说场面很大，不知主子的珍品是什么，属下知道清楚才好放出消息宣传，让拍卖场热闹起来，这样才能够超过暗影阁那边的拍卖场。一把武器名叫一箭射10个，一颗加强火炮名叫炸烂敌人祖坟，一瓶毒药名叫原地去世，一颗药丸哪疼治哪，一盒脂粉丑女逆袭，一套首饰一国皇后想要，店家没卖。血狼错愕地看着他，这些名字真是够特别呀！点个珍宝订阅吧。阁已经重新规划过了，主子稍后来接牌即可。血狼代替秦朗接手聚宝阁后，将阁中大清理了一遍。好，我稍后就到。我倒是好奇你给聚宝阁改了什么新名字？主子稍后便知道了。沈清堂从空间里拿出一张面具戴在脸上，才朝着聚宝阁走去。小诗则是继续留在斗兽场。主子这边请。主子，新店开业要杀一只黑狗祭祀才能生意兴隆。沈清堂眉头紧锁，他不信这些东西。他正准备阻止血狼，让他不用残杀无辜小狗的性命，但当他看到被人带上来的黑狗时，他停下了动作，没有继续阻止血狼，因为被带上来的黑狗是秦朗。围观的百姓看到这一幕，都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不是吧？这就是要杀的黑狗啊！我的娘啊！这家新店竟然当街杀人庆祝！哎呦，这真杀吗？百姓的议论声刚落下，血狼手起刀落，抹了秦朗的脖子。是的，真杀！杀个人给大家助助兴。众人惊恐地往后退了好几步，血狼没有理会他们。主子可以接牌了。沈清堂用力一拉，红绸缎便落了下来，梨花木上写着3个烫金大字：仙堂阁。沈清堂看清牌匾上的名字，有些错愕，他没想到血狼竟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新店。没想到你小子还是个外冷内热的。血狼肃杀的脸泛起了一丝绯红，他不会告诉主子，为了想这个名字，他特意去青楼问了好几个姑娘。沈清堂大步走进仙堂阁，内部跟从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动。好家伙，杀狗杀猪的我都见过，这杀人，这是重点吗？重点是这家店竟然叫仙堂阁，拥有这么可爱的名字，但却做着最狠辣的事儿。对了，这家店的主人还是个戴面具的女人。今晚仙堂阁设有拍卖会，拍卖的东西如下，感兴趣的可以进店。血狼离开前，对了，我们拍卖场不收入场费。众人先被拍卖的东西惊到了，男人们感兴趣的自然是武器和火炮，而女人们听到香粉和首饰也好奇的不得了。点个订阅吧。走，回家吃饱饭，早点来占位置。吃个屁的饭呢！现在就去占位置。而此时的沈清堂正在挑选合适的拍卖师。拍卖场要弄得好，拍品重要，一个素质优良的拍卖师更重要。他面前站着6个女人，温婉的、魅惑的、可爱的，汇聚了每一种类型。就你了，叫什么名字？培训一下，今晚就主持第1场拍卖。好，多谢主子看重，但白灵只拍卖，不做其他事。我能对你做什么？你的工作就是只拍卖而已，但只能干这一份工作。我不喜欢3心2意的人。这是自然。其他人被淘汰，沈清堂立马将今晚的拍品和需要注意的事情全都跟白灵说了一遍。白灵一边听一边用纸笔记录，不过他听完沈清堂的话，按照自己的想法理解了一遍，随后用自己的逻辑写出来。沈清堂见状更是满意了。好好干，每一场拍卖都给你提5%。什么提点？我拍卖出东西才能拿到奖励，拍出的价格越高，你的奖励就越多，所以好好干吧。多谢主子。他瞬间干劲满满的准备今晚的拍卖会，只要能在拍卖场这里赚到足够的钱，他就可以见到想见的人。拍卖会在全城百姓的期待中正式开始了。白灵穿着紧身红色长裙走上拍卖台，她一上场，在场的男人们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女人天生就是为拍卖而生的，她站在台上，就算是坨狗屎也能变得高级。看来今天有人要为我们的拍卖师一掷千金喽。主子，沈清幽来了，虽然他戴着面纱，但是属下一眼
眼就认出了他，那扭捏作态的样子，除了他没有别人了。他是冲着能让丑鬼变美的香粉来的。他那张脸不是挺不错的吗？要这样的东西做什么呀？你猜中秋宫宴我会不会给他加些好东西？血狼一听，瞬间明白了，他的主子是个有仇就报的人。沈清幽在宫中陷害主子，就算她怀孕逃过一劫，主子又怎会轻易放过她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就在两人嘀咕的这段时间里，拍卖已经正式开始了。而这时，拍卖台上的白灵已经拿出了丑鬼逆袭香粉。白灵扫视着拍卖台下方的女人们，没一会儿，她便挑选到了合适的目标，一个40岁的中年女人，她的脸上有一块大大的疤痕。大娘，不知你可愿意做这脂粉膏药功效的试验人？这脂粉膏药可以将你脸上的烫伤伤疤治好，你放心，不需要你付钱，免费的。我真的可以吗？愿意。白灵让女人坐在椅子上，随后用清水和柔软的丝绸给她擦洗脸颊。清理干净后，白灵用手指挖出一小块膏药，涂抹在女人脸上的疤痕上。说实话，这次的治疗，白灵心里也没有底儿。这女人的疤痕一看就年月已久，只是凭着对沈清堂的信任罢了。药膏在脸上揉搓了好一会儿，女人感觉脸上温热，而且还有股让人舒心的药香味。她舒服地闭上了眼睛，药膏涂抹完毕，而那些狰狞的疤痕似乎是平坦了一些，但还是能看得见痕迹。白灵又打开了旁边一盒药粉，乳白色的粉末倾扫在女人的脸上，瞬间将方才的油光压住，而方才还有些明显的疤痕仿佛隐形了一般。白灵看到这一幕，长松了一口气，一张白皙的脸颊出现在众人眼前。哎，真的没了，皮肤光洁如玉，没有一点疤痕。看不出来丑圣女长得这么漂亮啊。可不是嘛，没了疤痕的她呀，就像是个20多岁的姑娘。哎呦，亏了，当初丑圣女还跟我议亲呢，我当时嫌她丑没答应。哎呦，我现在答应还来得及吗？白灵立马拿出一块镜子放在她眼前。大娘，治疗完毕，你看看怎么样？她不可置信地伸出手抚摸自己的脸颊，光滑细腻，软软糯糯的，就连没有疤痕的其他地方也更光滑了一些。点个订阅吧。谢谢姑娘。这药膏是我们家主子研制的，免费的药膏也是主子的意思，大娘应该谢我们家主子。是，应该谢谢东家主子。白灵笑着让人将大娘送下拍卖台。这膏药的效果猪已经看到了，脸上的疤痕都可以治疗，疤痕不多受伤时间短的一次就能见效，受伤严重的需要多用几次，脸上的斑点皱纹和各种痕迹都能去除，保管让女孩子们恢复青春靓丽，脸上的皮肤如同剥了壳的鸡蛋一般滑嫩。仙堂阁专属脂粉为所有女人定制，你们本来就很美，起拍下1万两白银。话音刚落，3万、8万。哎呦，好家伙，女人们为了那张脸真够疯狂的呀！女人的钱真好赚，不过这膏药确实厉害，丑圣女的疤痕那么大，都能一次性治疗好。沈清堂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那2瓶药都是他用空间里的灵泉水提纯出来的。正在这时，沈清幽的声音响起：15万两白银。来了，老妹儿，今儿就把你坑的裤衩都不剩。沈清堂轻敲了一下桌面，拍卖场的人便明白了他的意思：16万两白银。哪里来的贱人，竟然跟本小姐抢东西！17万，真是头大肥羊，羊毛一次性薅个够啊！正在这时，血狼带着打探到的消息来了。主子，属下查到太子在沈清幽及笄礼时送了价值20万的礼物，平日里的礼物和金银首饰也不少，所以他估摸着得有25、6万银子的私房钱。太
太子还挺大方的，难怪沈清幽这么想要嫁给他。那就继续抬价，让他天天栽在这儿。为了这张脸，别说25万，就是50万沈清幽都会给。就算他给不起，那不还是有太子那个冤大种吗？血狼听完立刻明白，沈清堂不单单要坑光沈清幽的银子，就连太子的也不放过。他摇了摇头，太子这次恐怕要大出血了。在沈清堂的安排下，不停有人跟沈清幽抬价，价格最终抬到了25万两银子。沈清幽愤怒不已，但又被迫压制情绪，不然脸上的伤口会更疼。点个订阅吧。小姐，我们还要加价吗？这膏药实在是太火爆了，而且只需要1小块就能治好，还可以剩下不少呢。指不定有人想买回去分装着转卖，这样就能赚得金钵满盆。所以我们恐怕争不赢。继续加价，只要有这个孩子在，尚玉就一定会帮我给钱，而且只要将我的脸治好，剩下的药膏卖出去就可以收回不少银子。于是他又经历了几轮加价，在沈清幽喊出30万两白银后，全场鸦雀无声。我去，30万买2盒脂粉，这是疯了吧？这些钱我一辈子都赚不到。果然，有钱人的世界我根本就无法想象。差不多了，再加价，沈清幽就不敢继续跟了。主子，您难道真的只想要沈清幽的钱吗？他治好了脸，肯定又会嘚瑟，能不能让他继续丑下去啊？属下看他不爽啊！血狼，你说是一直瞅着痛苦，还是治疗好了又毁容更痛苦呢？主子，论整人还得是您呢。你去收钱，说是有人想要吃霸王餐，你懂的。属下明白，揍完就完事儿了。6啊！血狼带着2个人将脂粉膏送到了沈清幽的包房。这位小姐，您拍下的东西已经送到，还请您结清30万两白银。本小姐带的银子不够，你等一会儿，府上的下人很快便会将银钱送过来。膏药先给本小姐吧。拍卖场的规矩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沈清幽眉头微微蹙起，他必须要马上恢复容貌，这样太子送钱来的时候就不会太过恼火，看在他这张脸的份上也会更疼惜他一些。他已经通知丞相府的人送15万两银子前来，同时还请求太子再送些银钱，估摸着1刻钟就能送来。本小姐可是丞相府的2小姐，你担心本小姐不给钱吗？薛郎冷笑一声，他确实担心沈清幽拿不出钱来，因为主子已经派了莫叶出动，送钱的人又要被主子逮住啦。拍卖场的规矩不能乱，沈2小姐半个时辰之内无法拿出银钱，那可就要按照规矩处理了。若是在拍卖场乱喊价，拿不出银钱，可是要打烂嘴扔出去的。但他堂堂丞相府大小姐会拿不出钱，这狗奴才真是狗眼看人低。而此时沈清幽信任的老嬷嬷正带着15万两银票往拍卖场走，莫叶脸上满是坏笑，他身影闪动了几下，一掌击在了老嬷嬷的后背。哎呦，来人呐，抓贼呀！但夜色昏暗，再加上众人都去仙堂阁凑拍卖会的热闹了，所以街上根本就没有几个人，而且他甚至连贼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另一边的太子东宫内，太子的贴身侍卫禀告道：太子殿下，沈2小姐让您给她些银子。盛玉蹙了蹙眉，他正因为要喝苦药汤而烦躁，听到沈清幽要钱更是烦上加烦。人还没进东宫，那就是丞相府的人，要钱找沈明义去，找姑做什么？沈2小姐说是因为腹中孩儿需要些银钱。他要多少银子？虽然他现在有些厌倦沈清幽了，但他腹中的可是他的亲骨肉，他还是有些在乎的。要5万两。5万？他疯了吗？回殿下，沈2小姐说这钱关系着孩子的安危，所以……孩子？本殿下当要亲自去看看他腹中的孩子会不会死。侍卫默默跟在后方。拍卖场内，老嬷嬷没有抓到贼，颤颤巍巍地来到了沈清幽的包房。银票呢？小姐，
银子被偷了。什么？小姐，那强盗武功太高了，老奴根本挡不住啊！哎呀，勉强保住性命已经是撞大运了。不过老奴已经报官了，金兆尹大人那边正在寻找盗贼，相信一定可以将银子找回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废物！他顾不上会不会在血狼面前破坏温婉的形象。狗奴才，拿不来银票，你不如直接死在外面。哎呦，小姐饶命，小姐饶命啊！你还有1刻钟的时间交款。没有了15万的私房钱，他得从太子那里拿20万。这么庞大的数字，太子若是不给，那他岂不是要被打烂嘴扔出拍卖场？就在规定时间即将结束时，盛玉来到了拍卖场，看到他出现，沈清幽娇滴滴地迎了上去。太子殿下，辛苦您跑一趟。你就是帮他付钱的人吗？现在还差20万两白银，若是半炷香之内拿不出来，我就要动手了。20万两！殿下，我这都是为了腹中的孩子，毕竟这是您的长子呢。2盒香膏脂粉共计30万两白银，让客人清楚的知道拍品是我们的责任，不然日后闹出纠纷会影响到拍卖场的声誉。30万买2盒脂粉，你真当姑的银钱是大风刮来的？殿下，我只是想用最美的模样嫁给您，不想丢了您的面子，腹中孩儿也不会被人非议。盛玉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巴掌。你是妾，随时可以从侧门进入东宫，何来嫁给姑一说？这一巴掌将他脸上的面纱打落，露出了骇人的脸。恶心！殿下，我的脸会好的，只要买下这2盒膏药，就一定能恢复。丑八怪，离姑远一点。所以太子殿下付钱吗？若是不付钱，我便动手了。薛郎一边说一边朝沈清幽走了过去。你不能打我，我可是丞相府的2小姐，还是太子的女人。拍卖场的规矩就是摄政王来了都得受着。2小姐，太子侍妾，很厉害吗？江湖上的事儿，朝廷可管不了。沈清幽这次是真的怕了，若是让这个男人打烂他的脸，太子更不可能娶她了。而且能打烂脸的力度，他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能承受得了呢？这是他最后的依仗，这个孩子一定要保住。